今日大寒，若过今日，万物皆兴。时诺纵饮，莫问前路。唐二老爷好雅兴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，快了，雪落消融，便可见春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着的便是冬天赶紧结束，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却又下了一场雪，又迎来了你。叨扰了。杀手临门，却还如此有礼有节。你是苏家这一代的第一高手，纸伞鬼苏沐雨。有幸能让唐二老爷听过我的名字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杀手组织，在朝能杀皇亲国戚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。而你纸伞鬼，更是被暗河大家长选中，成为了其直属杀手团的首领，接任了魁的位置。所以今日是大家长派你来杀我的吗？唐二老爷误会了，我今日只做旁观。哦，所以我真正的对手是……自然是我。40年前我败于你手，便和你约定40年后再战。哦，我还以为你当上了大家长，便不会再理会这些无趣的约定了。有些约定即便无趣，仍要赴约。好，我隐居这寥落城中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如君所愿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银针开路，就没点长进吗？当年的你，却还不曾开始用剑。好一招万术飞花！杀人之术，天下间无人能和你相比。可是你我这一战，本该只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我接了杀你的任务，那个人的命令是我无法拒绝的。可惜啊，也有人让我杀你。黄泉路上，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得太久。雪落一枝梅。方才您可以避开的，他是唐二老爷，他的眉之上必然带有剧毒。但是方才是杀他最好的机会。来之前，您曾和我说过，这只是一场约定多年的比武罢了。唉，中了别人的圈套啊！我们都以为是执棋者，却成了别人的棋子。我带你回暗河，立刻让穆家最好的药师为你治疗。不能回暗河，我们去钱塘城，找一个叫白鹤怀的人。大家长是觉得，各家若是知道你受伤的消息，他们等了很久了，或许这一切就是他们安排的。找到白鹤怀，我们北上。北上？去哪里？
家园。家园？是的，家园。我带你见你最想见的那个人。怎么了？这雾气有些古怪。你们去周围看看。领命。不必想了，有人在此提前布下了阵法。从踏入这片竹林开始，我们就入了对手的圈套。这是童子点灯，阴魂索命。我曾记得，昔日的你也差点做这点灯的童子。穆家穆影哲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，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，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，乃是18剑阵。可看你现在的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点你做这点灯童子，可最后是你的同伴苏昌河代替了你。他做得很好，一行17位同伴，只有他活了下来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已经死了。实在没有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横遍野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一个孩子下手。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。
是什么时候？太可恶了！你竟然用如此肮脏的污泥玷污我，恶心死了！可恶，居然连一块干净的地方都没有，我受不了了！大家长，看来穆家已经知道了您重伤的消息。穆家家主穆子哲向来不喜欢隐藏自己的野心，只是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，做得这么直接。只是派一个穆隐哲就想杀我，可笑。但不清楚他们现在知道了多少，是否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，是否也探寻到了那位神医的下落。以穆子哲的性格，若他提前一步找到那位神医，必定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杀死。他觊觎我这个位置很久了。木鱼，我们一行人前行速度太慢，你先行赶往钱塘城白鹤药庄，先将神医接出来。可若我走了，哦，看来我们是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了。不妨，是我故意让你们离开的。只有你们走了，他才会掉以轻心地显出身份，不然这迷雾之阵并不好碰。去吧，那气度暂时被我压制着。他们现在若想杀我，可没那么容易。但若那位神医被杀，就麻烦了。好，你们守着大家长继续前行，在我们先前说过那间道观之中汇合，途中不得离开大家长半步。头，放心吧，朱影其余众人都在往一处汇集，到时候我们朱影12小集结，没人能伤大家长分毫。那我便先行一步了。木鱼，既然穆家知道了，那么苏家想必也很快会得到消息。若是他们也来杀我，你当如何？还未发生的事情，我从不去想。家主命你赶往钱塘，击杀大家长，带回绵龙剑。此时动手，老爷子就不怕背负骂名。穆家的穆隐哲已经动手了，谢家也已动身，苏家也该有点动静了。苏沐雨和穆隐哲动手了，他还差点杀了穆隐哲。仁慈是他最大的弱点，还是你了解？这就是老爷子选你去杀他的缘故。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老爷子就不怕我手下留情。从现在开始，带着这块令牌，苏家杀手皆由你统帅。此女子被真有香，这男人长得真好看。这位姑娘，未曾婚配。啊！开个玩笑，少侠是要问路吗？姑娘慧眼，我想问姑娘一声，附近是否有一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哦，公子是要看病，我医术不错的，我来看便是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明了需要白鹤药庄中的神医，多谢姑娘好意了。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来的呢？你，莫非姑娘是？雪落一枝梅，风雪一片白。姑娘，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暂时来不了这里，让我先去给他探个路。这位公子，带路吧。歇够了没？再吃怕是人都跑了。急什么？等我擦完宝穴。你心里有没有正事儿？正事，就凭我们俩杀大家长，夺绵龙剑。大家长受重伤，千载难逢。少主说，这消息咱们谢家是第一个知道的。咱俩这是要飞黄腾达了。小心！
我们到了。头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大家长那边似乎出了些问题，可神医呢？嗨，我这么一个大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就是神医？不是，走了走了。哎，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的弟子，先过来帮师傅看一下病情。姑娘，随我进去。对，哼，我觉得这里好像有鬼啊。头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嗯，大家长在里面等你。姑娘，请。大家长，白鹤药庄的人来了。许久没见面了，上次见你时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拔刀，不过是头发白了而已。那便不多言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起刀来。这位美男子，请收起你的杀气。若是吓到我了，我手微微抖那么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可就死定了。抱歉。你还挺有礼貌。我的血液是不是有一股淡淡的霉香？雪落一枝梅。大家长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实在忍不住想问你。哦，什么问题？大家长，你怎么还没有死？木鱼，别紧张，毕竟我还有几十年的功力在身，勉强能撑着不死。雪落一枝梅，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之外，无人能解此毒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那就麻烦了。麻烦？莫非就连药王谷都没有办法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：只要没有死，就可以医。那便快些。只要什么？只要银子给够，管够，这就行了，能医。姑娘可以做主，不再让你的师傅来看看了吗？我师傅早就入土为安了。新百草的小师叔已经死了。木鱼，这就是新百草的小师叔，前代药王的师妹，药王谷初代谷主李雨珍的关门弟子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，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神医先生，请借一步说话。可以，你借一步说话，我借点糕饼说话。大家长，这么多你也吃不完，我帮你吃吧。都拿去吧。那我可就都拿走了。拿去。你把我单独叫出来，想问我多久能医好大家长？正是。我已经将大家长身上的奇毒强行压下去了，他今天肯定死不了。今天？这可是唐门奇毒，哪有那么好医？不过放心，我师傅都说我天赋异禀，我可是他的关门弟子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贪财啊？先生医术高明，多收点钱也是应该的。你这个人不坦诚。对了，你怎么不好奇我是如何看穿你身份的？姑娘和大家长是旧识，自然听过我们。小时候我不想学医术，便缠着师傅给我讲故事。
据说那是天下最厉害的杀手组织，由3姓家族组成，分别是苏家、谢家和穆家。3家同气连枝，又各有分工。每过几年，便推选一人做3家统帅，称大家长。大家长座下有直属杀手团朱影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。而你，随侍大家长身旁，气度不凡，身上还戴着一副恶鬼面具，自然便是朱影的首领。亏了，身为杀手，为什么把身份写在脸上？上一任的魁说，这是仪式感。这是仪式感？你怎么突然说方言？不是我说方言，是他说方言。不好。什么不好？难道白日里那个人就是上一任的魁？他是不是拿着一根佛杖？哲树，他来了。不只有他，还有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。哎，有没得人呐？哲叔，你见过神医吗？没见过啊。唉，哲叔，咱们还是杀了大家长得了。你不怕周沐雨跟你翻脸啊？所以啊，你杀我是上一任的仆人。我就说里面有人嘛。哎，不知李家老爷是否在府上？不在，我家老爷出门巡诊去了。哲叔，这跟没人一样啊！去，我要出门巡老爷去了。那我们在这儿等着便是。请便。哎呦！他没戴人皮面具啊。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我还以为只是2个讨厌的江湖人，竟也是你们暗河中人。你们不是一伙的。这是要谋权篡位啊！陈龙，陈龙在，带上这位神医，领大家继续往北，去九霄城。是。你不和我们一起走？这是某兔。神医，请跟我走。我要留下来拦住他们。魁大人，九霄城接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就行。真是个好听的名字，和我一样，好听的名字就该配好看的人。走。谢家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魁，方才那一击也能被你挡下。方才那一瞬，风变了。我真不意外。谢家的紫血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焦急，想要赶快将大家长接回走堂疗伤。此线为界，还请2位不要逾越。大家长无事，一切皆好，请回去禀告给谢家家主，劳烦他挂念。大家长这边有朱影守护，就不劳他费心了。道观中的其他气息都消失了，应当是离开了。大家长是否无恙，还请容许长泽见大家长。据说你重现了当年苏家第1任家主苏18所创的18剑阵，闻名已久，很想看看。我的剑阵，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看的。伞中藏刃，为何不敢一见？谢谢的
不错。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剑用得好。有句话，带着谢老爷子。哼，现在想让，晚了。告诉你们家那位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。苏沐雨，我只说一次，你不杀我们，暗河同门皆是家人。看来谢家那2个人真是废物，既然都没逼你用出你的18剑阵。唉，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好兄弟。方才那人带着谢家老爷子的话来，想必你也带来了咱们那位老爷子的话。你总是很聪明，能猜到那些老头子的心思，可你又很笨，能猜到却不会顺从，甚至不会虚与委蛇。老爷子说什么了？他说你是朱颖的首领，但你更是我们苏家的弟子。魁，人中之鬼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呀，总是那么正经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；当杀手的时候呢，每个任务都完成的一点瑕疵都没有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那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强拖着给他陪葬。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，你不应该随便说起。是传言吗？朱颖之中，3家都有心腹藏匿。大家长中了唐二老爷的雪落一枝梅，已经是半个死人了，不然也不会跑来找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。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我们老爷子登大家长之位。你可以选择继续做你的魁，也可以回到苏家，甚至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的自由。自由？是啊，自由。离开苏家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几百年来，谁都不能允许发生的事情，我们苏家那老爷子愿意为你破例。这样丰厚的筹码，有时候我真是有些嫉妒你。虽然出自同一座炼炉，老爷子对你的偏爱却实在是太多了。若我拒绝呢？老爷子把你从河里捞上来，抚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跟着大家长能有几年？你和大家长的情分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和苏家的情分确实比我和大家长深，但我现在是魁，便只能对大家长负责。抱歉。哲叔，100两啊，100两。哲叔，我和哲叔在老爷们面前打了个赌，我说你一定会这样说，甚至连那一句抱歉我都猜到了。哲叔，你欠我100两啊！你那个小子坏得很，要不是我晓得沐雨的性格，哼，肯定是觉得你们活活骗老子的钱。老爷子怎么说？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他吧。老爷子真的想谋逆？不是老爷子想，是谢家也想，穆家也想。那么这个位置便只能是谁强谁来做。说到底，这一切也是源于你。之前的一代代，下一任的暗河大家长，都是由魁直接接任的。可这一任的魁是你，你是谁？你是苏沐雨，和我苏昌河一样，我们都是无名者出身。无名者出身的人，没有资格统帅整个暗河。我并不想坐这个位置，等大家长伤好了，我会与他提此事，让他挑选一个合适的接班人来担任魁之位。你有的时候强的可怕，有的时候又天真的可爱。要不是你武功好，你怕是都死了几百次了。小沐雨啊，你和小仓活得差不多厉害，但加上一个我，你觉得呢？若哲叔和昌河联手，那么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得有一试。
唉，为什么呀？偏偏这样的人，居然是我苏长河最好的朋友。给我来一串。哎，好嘞，哎，您拿好。好啊。慢走啊。看一看啊。这个够。好嘞，给你装好了。都是新鲜的，来看这个不错。天家，我要的山货到了。他们家味的包子了。等等，等等，小的正要给少爷送去呢。多谢店家。不灵，木驴脑袋！这样的人在这世上能活到今日，已经是个奇迹了。你还偏偏当上了苦力，真是令人费解。有意思。哎，小骚货，长河，不要逼我，我不想和你动手。来呀，用出你的18剑阵！你若只是这般退守，很快就会败在我的手上。长河，别再逼我！穆家的兄弟，我在暗处看的可还过瘾？不下场比划比划？苏家苏昌河，你想造反？如今大家长病危，谁不想造反？苏家、谢家，你们穆家哪个不想？动手只需要一个理由，而结果只能靠自己的实力。放肆！大家长如何，穆家如何，岂容你来智慧？方才那一击伤了你的筋脉，若不找个地方调息一下，你活不过今晚。苏长河，你会为此付出代价。这句我听多了，人人都要我付出代价，我代价很贵的，你们可出不起。但是沐雨，可以。罢了，反正大家长已经走了，打赢了你也没有意义。你若真的用出了剑阵，我收拾起来还会很麻烦。而且我怎么会真的杀你呢？我们可是最好的兄弟。哎，都是好兄弟，有话好好说啦。但是老爷子给我的任务完不成，回去我得死啊！所以大家长必须死，绵龙剑我也一定要拿到。沐雨，我再给你几日的时间，好好想想。这个小长河常常满嘴胡言，没几句话是值得相信的。但是那句话我信，他不会杀你的，你们是最好的兄弟。哇，哲叔，我发现你认真说话的时候啊，官话就会突然变得特别好。哦，是吗？这辆马车可真有意思，坐在其中，就仿佛与这个世间隔绝开来，完全感受不到外面的一丝波动。这是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将外部和马车完全隔离开来。那外面有人来杀我们，我们岂不是也察觉不到？搬三爷说过，只要没有他亲自来，就算来了几百个高手，也攻不下这辆马车。
那若是班三爷来了呢？坐完这架马车后10天，班三爷就死了，得病死的。那我要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会不会也得病死呢？你可是神医呀，什么样的病能要你性命呢？你真的能治好啊？雪落玉之梅是这世间最棘手的剧毒之一，我也不能确保医好大家长，但我能保证，半年之内大家长无恙。半年足够了。你们和苏沐雨交战了？是的，我们发现他已经找到了神医，便不得不提前出手。是属下无能，让他给跑了。他可是苏沐雨，大家长座下最厉害的人。你们2个是什么东西？若能答应他，那暗河的亏不就是个笑话？你们竟敢擅作主张，打草惊蛇！万人打草惊蛇，错失良机，请少主责罚。少主，我们离开的时候，发现苏家苏长河和苏哲也到了。以他们和苏沐雨的关系，他们不会结盟吧？不可能。我同苏沐雨执行过任务，以他做事的准则，此刻的3家无人能和他达成交易，即便是苏长河也不行。如今3家家主都想坐那个位置，谁先拿到绵龙剑，谁就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次我饶了你们，下一个任务若是失败了，谁啊？被发现了。苏长河。哎呦，抱歉抱歉，踩疼你了。繁花兄，你分析的对，我确实没和苏沐雨达成协议，还差点被他揍了一顿。你这是在挑衅我！我挑衅谁也不敢挑衅你呀！病死鬼，谢繁花。我还有要事在身，谢少主，回见。你没事老挑衅谢家人做某事啊？哎，谢家人最好玩了，又无能，又喜欢发怒。走吧，哲叔，这游戏啊，开始了。不必了，你也不是他的对手，去了也是白白被折辱。收摊了。是。老爷子让我来帮你，听你的指挥。你有某事安排啦？大家长北上，无非是拖延时间，让神医帮他治病。万一大家长病好了，回到暗河，那些老爷子肯定没事。咱们这些跑腿的，难免就要被清算喽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让大家长死。我先派人去拦苏沐雨。都姓苏，苏沐雨不会杀他们。只要让苏沐雨一时半会儿追不上大家长，我们去把那个神医给杀了。大家长和那神医现在有地支12效了，你那么有信心？我派人向北面的皇城传了个信，皇城里面有个唐门的人，当年在江湖上也算是赫赫有名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
是可以和百里东军、司空长风等人并提的绝世高手。唐门未来的家主唐连月，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一定是唐连月。去，昌河，你的这步棋走得响啊！皇家改朝可以天下人为代价，我们暗河改朝换代，为何就不能走一步险棋呢？宇哥，你还真是人如其名啊，走到哪儿，这雨便下到哪儿。你们为何会在此处？是昌河派你们来的？确实是大哥让我来的。我说我不是宇哥的对手，他说实在拦不住你的话，就只能让我睡了你。红心妹妹莫着急呀，暗河之中垂涎宇哥之人又不止你一人，我也很愿意身先士卒啊。你们想拖住我？没错，大哥想大家长死，却不想你死，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拖住你。他是不是和你们说，我不会杀你们？前方有处荒宅，休整一下。此行凶险，在此处冒险停留有危险。若再这么赶路下去，你们的大家长就危险了。听神医的。是。走。大家长，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。只要不说我没得救了，那你就说吧。大家长倒还有心情开玩笑，怕是喝坏多虑了。一路之上，我能感觉到大家长你似乎有些不安，而我印象中的你是个神鬼不惧的人。因为沐雨不在，难免有些不安。哦，难道他一人能比这朱影12人还更值得依靠？他是织网的那个人，12生肖在网上才能成为不错的猎手。这个苏沐雨这么厉害？神医，你好像对他格外的感兴趣啊。谁能对一个长得好看又厉害的人不感兴趣呢？神医若能治好我，我便说服沐雨以身相许，也不是问题啊。暗河之人不是从来不与外人通婚的吗？沐雨不同。玉哥，我怕我的头转得猛一些，脑袋就掉了。我没有拔剑。川河觉得我不会杀你们，所以派你们来拦住我。他以为自己能猜透我的心。我杀过很多人，也有无法控制住我杀心的时候。你打算对我拔剑？不，我只是觉得他太吵了。回去告诉他，大家长他不能杀，他也杀不了。好。回去告诉长河，大家长他不能杀，他也杀不了。大哥心中一直有一个抱负，他想建立一个全新的暗河。新的暗河。
大家长，接下来这一轮刑侦或许会比较痛苦哦。我受过最重的那道伤，几乎将我整个人都给劈开了。那样的伤我都能挺过来，区区几枚银针，难道我还畏惧不成？我说的痛苦，可不止皮肉之苦。哦，我这13针落下，大家长会濒临极限。极限之时，意识会不受控制，想起一些痛苦的事。痛苦的事情，你最不想回忆的事，都会重现。怎么是您？许久不见了，不对，应当说，许久未曾听到你的声音了。是苏昌河那个家伙，让老师你来拦我的。你总是叫我老师，可我只是炼炉中的一名教习，负责你们的起居，从未教过你剑术。来此，也不过是想与你见上一面，下一局棋。炮二平五。若是平日相遇，自当陪老师进行。只可惜今日这局棋，怕不是老师与我下，而是昌河。你们一起联手破过很多次危局，是我在暗河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搭档。可今日，他要杀大家长，大家长值得你这样做吗？值得或是不值得？这个答案真的很重要吗？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说明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是大家长把我和昌河从鬼哭院的失恋中救出来的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可不会把大家长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把你当作家人。但如今我是魁，那么身为魁，便应该护住大家长的性命。姐姐在看什么？在看月亮啊。姐姐喜欢看月亮啊。月亮啊，是这世间最美的事物了。姐姐生得这么漂亮，却每日戴着一张面具，可惜了。神医比我想象中的有趣得多。我既然戴着面具，你怎能看出我的容貌是美还是丑呢？我会看骨相啊，我可是神医。别说一个大活人站在我面前了，就算只看到一只手，我也能想象出对方的容貌。所以你不用摘下面具，我就知道姐姐长得国色天香。你的那个同伴丑牛，不用看就知道，丑得很嘞。莫介奥神医，你本来就不好看。神医莫怕，那是丑牛。多谢姐姐。姐姐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木雨墨，如诗一般的名字，和苏沐雨这个名字好像。你们两个是一对吗？啊？我们看起来像是一对吗？守好门，别乱听。不吃可惜了，到北方就没有这么好吃的桂花糕了。姐姐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我和魁大人自然不是一对了。暗河中人若是成了婚，那就得退下来，做一些内堂事务，
很少有在外执行任务的了。那未成婚，只是单纯的彼此喜欢呢？魁大人会喜欢人吗？我觉得他谁也不喜欢，谁也不讨厌，很无趣，但又无趣的很有趣。什么是无趣又显得很有趣？长得好看而无趣就是有趣。现在的大家长随时会梦中拔剑，闭目杀人。邪魔歪道！不过是一些魔障，到长了便是，就如同之前的一次次一样。小心，或许大家长仍旧还在梦里。大家长，你醒了。出去！这么凶啊！看来大家长已经清醒了，那继续整治吧。我一生杀过832人，这些人时常会出现在我的梦里。方才也是这样的梦境。其实我并不害怕这样的梦境，我能杀他们一次，那么就能再杀他们一次，无论是现实中还是梦里。但是这一次我拔剑之时，我的剑已经断了。沐雨回来了吗？回大家长，还没有。他与你出生同姓宗门吗？不，他是无名者。无名者，魁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看来魁才是大家长棋盘上那枚最靠得住的棋子。你还是没变，总是那般执拗。已经成为了别人手里。若心中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就像是死了。老师，你败了。听闻你剑术一日比一日高强了，却没想到棋术也远胜于我。我能拦你的筹码，或许只剩下最后一点情谊了。既然有几分情谊，那么老师是否可以让我过去？抱歉，可否再等一炷香的时间？当年我和昌河被人设计掉下山崖，是老师将我们救了。这份情谊我记了多年，老师今天用一炷香来耗尽这情谊，值得吗？不值得。但如你所言，很多事情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听说你前几日遇到了穆家那位杀手，童子点灯，阴魂索命。昌河想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暗河，在那个暗河之中，不应再有点灯的童子，也不会有隐魂的阴鬼。可这依旧是用杀戮推翻另外一个杀戮，在这条路上会死很多人，很多我在乎的人。时间到了，后会有期。杀戮过后，便是新的暗河，必定会有光明。
我明白你想两全，你想护住所有人，可是道阻且长啊！行则将至。带大家长走。难得有片刻的喘息，又要逃命赶路了。等你治好了我，那便无人敢来了。不愧是朱颖啊，每一次行动都如此迅捷。保护好大家长，九霄成见。撤！把你们大家长留下。你是谁？唐虚真，唐门的人。这辆马车是空的，休想骗我！吴马，你先走，这里交给我。好，奎大人快到了，你多加小心。你是唐门的谁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天启城玄武守护使。我要找的人不是你，你们大家长在哪里？我要见他。一，这里不是天启城；二，我们暗河不听朝廷指令，大家长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守护使的身份而来，我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负责来清算。起！你以荧惑纸蝶为饵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。你以为我没有发现？自以为聪明的傻子！幽冥珠原本都以吐丝奇毒攻击对手，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些什么？你们唐门最怕什么，我就放了什么。哼，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。你是暗河穆家蜘蛛女？不喜欢这个称呼。看来这天启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宝，所以我也并不怕你的霹雳子。长河东有这么多苏家弟子拦截我，想阻止我和大家长他们会合。大家长和12小估计也遇到麻烦了。方才差点就被你杀了呢，还好玄武使怜香惜玉，最后一刻手下留情。破！苏雨怎么还不来？媚术。媚术？我方才用的可不是媚术，是虚影步啊！哼，都是邪魔歪道。哦，原来你是被我的美貌吸引了呀。说媚术也没错，我的美貌啊，天生自带媚术。这一次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了。九江琵琶亭，
你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能让你进行一战，雨墨自豪啊！你既然知道我的暗器，还要送死？别乱动，再动，这些蜘蛛就将你变成冰人了。再配上一些狼蛛，炸得你尸骨无存。那便是神。这便是当年3道暗器的第1道，千鸟精灵。守护，站在武道顶端的高手，你真的要杀我这样一个弱女子吗？同样的媚术，我可不会再中。我都说了我不会媚术，若有波动，那便是心动了。哼，妖女，一派胡言，看真！哎，你能不能换1道暗器？这么多针扎我，死得太丑，能不能给我换个美美的死法？妖女还耍花招！若我死前能见到你3件暗器齐出，也够我到地府吹上一阵子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血玫瑰，当它刺入你体内，血液便会流入这花瓣之中，盛开出鲜红的玫瑰，你很美。看来今天是真的要死。苏沐雪，你的面具呢？被这个登徒子给打掉了。唐莲月，听说你现在是魁，能与你一战，也算不虚此行。牵出阵。唐莲月，下次有机会再领教你的暗器了。伤势不要紧吗？你很久没有受过这么重的伤了。没有大碍，其实唐莲月手下留情了，不然我可真死了。大家长身边除了苏沐雨之外，还有其他你在意之人吧？你是说雨墨吧？那个女娃娃，我记得你以前很喜欢。放心吧，我不觉得天下间有人会舍得对雨墨下杀手，包括那心如磐石的唐莲月。居然用白驹之阵来拖延我的时间。诡计多端的女人。还好遇到的是他，玄武使唐莲月，
他一直都很讨厌杀人。胡说，他对我留手，明明是因为他对我一见钟情了。哎呀，真的，他方才说我对他用了媚术，才让他出手晚了。宇哥，你说我会媚术吗？穆家女弟子都擅长媚术，不过你确实没学过，这我知道。红颜祸首，见色起意。宇哥，那个木头现在应该发现我的白驹之阵了。我去找一辆马车。你难道一路上都是走过来的？昌河一路上派人拦我，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。昌河那家伙，唐连月也是来寻大家长的，难道烛影之中？哎，这有马车。哎，你们干嘛？这辆马车我买下了。稍等，我去问问。我家主簿说了，这架马车你们着急就拿去用吧，银子不用了，照顾好这位姑娘。又是个见色起意的。那便多谢了。驾！宇哥，什么？方才听你说，昌河成了苏家这次行动的领头人，你们一起长大，这一次一定要向彼此拔剑吗？你我是同一日入的朱影，朱影就是要誓死保护大家长的安危。我自然记得，可是只要大家长病愈好，重新统帅三家，那么苏家自然会收回首领，昌河便可以安全的回去。我是想我们两人也可以不必向对方拔剑了。宇哥，你的剑法强得可怕，可你的想法却很天真，是吗？是啊，他总是那么天真。你明知他天真的要救大家长，为何还把马车借给他，助他一臂之力？我们在这里拦住他，正好借唐连月的手杀死大家长啊！大家长要是死了，估计咱爷俩也得交代在这儿了。我已经让悔叔去散播消息了，咱们得去九霄城下盘大棋。你们来了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何要在此处拦截？谢家人，还以为来的会是穆家。会说您的听声辨位，连家族都能听出来，太强了吧？是呀，会说，穆家人没来，现在怎么办呀？悔叔，瞎子，你是苏家宿鬼！杀了他们吧，记得留个活口。苏家到底要干什么？不该问的别问，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想杀大家长，去九霄城。会说，大哥交代要把消息给穆家，现在却把消息给了谢家，这无妨，谢家知道了，穆家也就知道了。宇哥那边会不会有危险呀？唉，沐雨那边就交给昌河吧。我不想和沐雨打，上次动手，只是为了给老爷子一个交代。在暗河，沐雨就是照亮我的那束光。
就要这么死在这里了吗？是谁？是我。你是19？快些上来，回去的路不好走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晚饭时点卯，只有你不在，就出来寻你。寻我？快上来吧。我可以相信他吗？喂，你想什么呢？快上来呀！好。你为何会掉进这个坑里啊？哼，那帮家伙是见输了，怀恨在心，假意约我私下比试，暗中做了陷阱害我。教习不在的时候，不要接触其他人。你也是其他人啊。你放心，我从来不欠人情，你这个恩，我以后一定会报的。不必放心上，可要跟紧哦。你的剑势有些急软啊，输赢还未知，谁说剑势一定要刚猛才会赢？我们打了4次，你赢了2次，我赢了2次，说好了，这一次定输赢。本来说好1局定输赢，第1局你输了，就说3局2胜；第3局你输了，又说5局3胜。这局输赢可真的作数，作数。说好了啊，输了的就去师傅房间里，把那坛好酒给偷出来。好。会输，我赢了，这局不算。这便是你替苏家选中的2个无名者。这一批无名者之中，没有人比他们更强，更适合苏家了。无论是身法还是剑技，都无可挑剔。带他们进望书楼，不要被穆家那些人发现。遵命。这便是珍藏苏家剑谱的望书楼。会说，你偷偷带我们进来，不会被责罚吧？我一个瞎子，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有做，怎么会被责罚呢？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，惯性之礼马上就要来了。19，我们挑最强的剑谱回去。3月之后就是无名者试炼，你们每20个人，只有1个人能从鬼窟渊走出来。被暗河选为新的家人。寸指剑，这是暗河最顶尖的匕首操剑术，极为凶险，无论是对对手还是对你自己。这倒和我很是相配啊，那我就选它了。是个不错的选择。19，你好了没？你在看什么？18剑阵。会说，我选它了。18剑阵，这是本残卷。自从苏家高手苏18死后，再也没有人能够重现这门武功了。你确定要选择它吗？就它了。生死关头，不如选一个学起来快的。会说，就它了。我们就一起戮力同心，奋进独行。到了惯性之礼的年纪，我还记得当年沐雨回我的那句话：只要足够强，就可以天真。曹虎，再不走，九霄城的好戏我就要开场了。别急嘛，哲叔，喝了这杯就走。曹虎，你有没有查过当年惯性之礼，你和沐雨为什么会分到一个组？当年是穆家搞的鬼。苏回把他们2个人带去望书楼了。是的，那2个孩子确实扎眼。
若苏家同时招入这两人的话，难免会对穆家造成不小的威胁。家主的意思是，苏家呀，也不能过于贪心了，就给他们留一个吧。该死，我们被分到一组了。小心点，不要走散了。这还怎么走散呢？谁都知道你们两个剑术高超，不如先合力把你们杀了，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机。哼，石蛟，这边10个归我。一群乌合之众，想杀我，做梦！石蛟，小心暗器！这是什么剑法？18剑阵。学了一个天就鱼子厉害，一起揍他！石蛟，十杀双星阵！一群乌合之众，你为什么不杀了他们？都是无名者，打上几个！你不杀他们，他们可就要杀你了。同是无名者，为何不留一条生路？无名者第一课你都没学好。无名者第一课绝情，是没学好，是不想学。他不想杀的人，我替他杀。我从没杀过人，今天非要逼我破例吗？你看看他们，都快杀疯了！有谁拿你当同门了？准备杀手，不想杀人，真是可笑！可笑！你还不配！你杀人了！你这个木驴脑袋，终于开窍了！不是开窍，是他们不值得。终于结束了，我们都不用再杀人了。不，还没有结束。你说什么？我们之中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，这是鬼哭渊试炼的规矩。长河，你做什么？这是当年我欠你的。我说过，不用你还。能活着，没人愿意去死。但暗河100年的规矩，注定只能活一个。他们想要的是杀手，我们两个是最合适的，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。你太天真了。只要足够强，就可以天战。傻子，我们出不去的。这一组的名单不合理，死掉任何一个，都是我们暗河的损失。子哲倒并不这么认为。一个断情绝爱的杀手，和2个仍心存善念的杀手，到底哪一个是我们更需要的？你别吵了，看他们，看来是最不好的结果啊！活着的若是2个人，那2个人就都得杀了。很好，已经很久没有人敢挑战暗河的权威了。我们出不去的。我们活下来2个人，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杀死你背上那个，你便可以行惯性之礼，正式加入我们暗河。不然你和他都得死。我们2个人，
都要活。很好，很好。危难关头不愿弃旁人于不顾，看来是朋友了。只可惜，杀手是不需要朋友的。杀了我吧，别犯傻了。我们两个都要活。好大的口气，那便来试试。家主，他们再优秀，也只是两个无名者。为了他们和穆家起冲突，不知道。住手！恭迎大家长。百年来，鬼窟园中向来只能活一个。你这么做，是要挑战暗河的威严，也是在挑战我的威严。我们两个都要活。你觉得你们两个人值得暗河为你们破这立了100年的规矩吗？值得。白痴，这下真的一起死了。我保证，6年之内，我们会成为暗河100年来最优秀的杀手，整个暗河都将会因为今天而改变。哦，3家之中，你想去哪一家？大家长，不可听他信口胡言。只要你能力足够强，规矩是可以打破的。暗河这100年来，也破过不少的规矩。我今日破了这规矩，并且亲自为你进行惯性之礼。但你要是做不到你说的，6年之后，我亲自来取你的性命。死在我的手上，可比死在别人手上要痛苦100倍。多谢大家长成全，我和他都要入苏家。苏家，欢迎你们2人的加入。可想过取什么名字？我想叫苏沐雨。为何呢？那日我全家被杀，我被父亲放进了一个木桶之中，挑到了这里。那天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。是个不错的名字。那么你呢？想叫什么名字？苏昌河。苏昌河是个很有野心的名字呀。自今日起，苏沐雨、苏昌河正式加入暗河苏家。双日为昌，意为兴盛、明亮。昌河意在让暗河走出阴暗，迎来光明。睡得那个香啊！做了么什美梦啊？不是什么美梦，就是一些很久远的事情。那个时候，算是大家长救了我们2个人的性命吧。现在我却为了执行家主的命令，追杀大家长，算是恩将仇报。那不是你们学的第一课吗？确实，第一课就是绝情绝爱。我现在这样做，也算是回报大家长他的教育之恩了。若说不要脸，苏家你第一。哎，周叔，你是暗河本家弟子，按说也可以娶亲生子。那你有家人吗？以前有过一个女儿，粉雕玉琢，很可爱的，不过死了。苏沐雨在木桶中顺着河流到暗河的时候，是不是也下了这样一场风雨？宇哥，你一路都不曾歇息，不如先缓一下。不能歇息，即便九霄城有筑巢也不安全。出影之中有内奸。宇哥，你难道就没有想过，我可能就是那个内奸吗？唐门的人真是有钱，
身上一堆破铜烂铁，也不知道打飞了会不会有。你来的倒是挺快啊，就这么急不可耐的想要见我。你该抛下他的，他受了伤，你们驾着马车走得快，我自然追得上。我拦住他，你跑。宇哥，我方才说了，我是奸细。我只当是一句玩笑。昌河找到过我，但我不想在你们之间做选择，所以宇哥，你去将一切事情了结吧。不必推辞，都得留下。走啊！相信我，家伙舍不得杀我。拖不住别逃！放心吧，宇哥，我都说过，他不会杀我的。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你觉得呢？你真的很自信。江湖中不缺多情郎，但是今日多情，明日无情。虽说前几日你看了我一眼，乱了心神，但过了几日了，或许也忘了，又或许在你心中报仇为重，儿女情长随处可放。谁看你乱了心神？唉，虽说我穆雨墨天生国色，乃暗河第一美人，但是我们毕竟不过是初次相见。所谓的一见钟情，不过是见色起意。你对我，终究是没有太多的深情。见色起意，我的龙须针，你要不要见一见？哦，龙须针，不必了。该死，我居然没有发现。哎呀，原来天启寺守护的玄武使也难过美人关呀！你放我下来！你当我傻呀？放你下来，你又要喊打喊杀的，多无趣啊！真以为区区蛛丝就能困得住我？武功再强，也不过是个小男人，不解风情啊！罢了罢了。妖女，我杀了你！宵禁不平事，与君上九霄。这便是当年施剑仙一剑成名的九霄城啊！北离西剑，南绝挥刀，这个传统缘起开国时期的施剑仙。当年江湖万千儿女，有9成都想做那施剑仙，还有1成想嫁给那施剑仙。我也听说过这个故事，我还听师傅说过，天下剑客年轻时都想来一趟九霄城，都试图在几百年后仍能感受那一剑劈开九霄的诗与剑意。究竟是什么剑能一剑劈开九霄呢？按照史书上的记载，施剑仙最后一剑杀死剑魔的时候，那一剑之威，将整片天空中的云彩都劈散了。后来施剑仙踏剑离城，九霄城下了整整10日的大雨。作为一座北城，下10日的大雨可谓是前所未闻，所以有说法是施剑仙那一剑把天给打漏了，这就是所谓的一剑破九霄。
大家长，你也是用剑的，你年轻时就没有想过来九霄城看看吗？寻常人的剑是剑，而暗河之人的剑只是凶器。更何况我年轻时并不用剑，剑法是后来学的。哦，苏沐雨呢？他会对这个传说感兴趣吗？他的剑也是凶器。这里便是九霄城了。大家长这会儿应该快到朱巢了。你能把人塞进朱隐？是的。就连家主都没得办法将自己的势力渗透进朱隐。我很了解苏沐雨，很清楚他会选择什么样的人。这叔，奔波了这么久，找一处地方歇歇脚吧。嗯，休息。若大家长他们进了朱巢，那易守难攻的地方，我们再想下手就不容易了。不必我们动手。我把消息泄露给了谢家和穆家，他们会动手的。你这个人，果然坏得很。这叔，我得去会一个人了。我也想成为英雄。真是有志向啊！这家伙，比我预计的快呀。沐雨，好久不见。你我虽然未见，一路上遇到的可都是你。我这不也是担心你吗？长河，不必再说了，我是不会动摇的。你干嘛冷冰冰的？下马喝一杯吧。我还有要事，处理完了再跟你喝酒。若是我非要留你喝一杯呢？一路上，我已经妥协很多次了，不要逼我。唉，谁让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呢？荷西啊，你现在去了，也赶不上谢家和穆家的速度了。不好，驾！沐雨，我迟迟未动手，都是为了你呀。过了吧！这个丑牛，就因为我说了他一句丑，他便一直怀恨在心。小神医，你之前说过你找到了能彻底治好我的方法，不知道现在是否能告知于我了呢？天下第一毒门温家座下有一斩魁堂，专门研究解毒之术。这帮人很疯狂，遇到解不了的毒，那便以身试毒，能解就解。解不了就死。他们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你只有真正中了那毒，才能了解它，了解它，才能对付它。以身试毒，先中毒，再解毒，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明白，小神医为了几张银票，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不愿意。小神医说这么一大堆话，不是为了调侃我的吧？药王谷的移魂大法，大家长可曾听说过？移魂大法，一旦对某个人用出这个法门，便能与他的五感共识，甚至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他的过往，他此刻的想法，都会被对方彻底侵蚀。而且一旦用了移魂大法，那么大家长的性命便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大家长可愿一试？咱们试试。大家长，到了。这就是所谓的朱巢，看起来很普通吗？不要小看这院子，寻常人踏入这里，可以让他有100种死法。
所以很多人不想我们踏进去。保护大家长！嘿！大家长，是谢家的人，就怕不止谢家的人。这是什么？穆家的天网阵。大家长，咱们趁现在退回马车吧。来不及了，人已经进来了。是繁花呀。许久不见了，大家长。你伤势如何了？老病鬼，你这变身入骨髓了，神仙都治不了了。是啊，我是个注定快死的人，所以我才敢来呀。你怎么知道我行踪的？你大势已去，退下来颐养天年，不好吗？若是我拒绝呢？若大家长拒绝，那么繁华只能冒犯了。你们想要的，无非是我这柄绵龙剑。是我绵龙剑，才是暗河真正的主人。如今握住绵龙剑的人还是我，那么这个暗河还是我说了算。把大家长的位子交出来！这是武蛇殿上，但你还没有差不多的时候。穆影哲，让路！让路！你的好兄弟苏昌河已经把你给卖了，不然我也不知道你也到这儿来。你不用挑拨，我相信昌河不会这么做的。你不信？那你就去问问丑牛，看他把朱朝的布防托给谁了。再说一遍，让开！你就这么着急跟大家长会合？我没空陪你玩。木鱼，你们这些肮脏的东西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！唉，穆家的穆隐哲又失败了。走吧，通知谢家，下一个路口拦住苏沐雨。
引魂香。我现在真的是将死之人了。大家长，我先帮你疗伤。大家长，你能用内力把引魂香的毒素逼出来，太厉害了！我出身穆家，熟悉这引魂香，可惜让他们探到了我的伤势。这应该才是谢家和穆家的目的。吴玉回来了吗？还没。丑牛可以进筑巢了。是。钥匙。你在这里多少年了？也在这里30年了，没想到此生竟还能等到大家长亲临，无憾呐！你本该在这里颐养天年，我来此给你添麻烦了。我们这样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说颐养天年呢？入门一刻，屏气，无言。凝神，运功。走。可以说话了。这是无声之阵。是，这便是无声之阵。
这位姑娘是？我叫白鹤怀。你要是早50年遇到我，我能治好你的驼背。这是药王谷的神医。你这驼背不是天生的，是被人下了毒变成这样的。多谢神医了，老朽已经习惯这般了。也不是不能治啊，就是这个价钱呢，需要高一些。哦，有多高？不如把这个宅子送给我吧。神医还真是个贪心人呐。传说中朱巢有朱隐万人，你这朱巢就住你一人，太浪费了。大家长，请进屋歇息。若有情况，将门上的那只木鸟放出去，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。方才那位老先生对大家长您是忠心的，为何在他面前还要强行保持着无视的样子呢？我之前的确信任他，毕竟我们已有30年未见了。要一些。今日可对我用移魂大法？今日不行，大家长你方才经过一场大战，精神极为虚弱，若此时强行用移魂大法，怕是你我的小命都保不住了。只要这朱巢真有大家长您说的那般铜墙铁壁，那我们再等些时日。等您精神恢复了，才能用移魂大法。大家长，您好好休息。今天的月色真美呀！是啊，今天的月色很美。谁？你是谁？鬼宗部，你怎么会苏家的武功？你看错了，我就是随便躲了一下。有意思，本以为一招就能杀死的小丫头，倒是给了我惊喜。惊喜？惊喜总会越来越多的。把那斗笠摘了吧，你眼神不好。苏家的3针引线，这可是很多天字杀手都没能掌握的技艺。别乱动，再动我就杀了你！我已经动弹不得了，你现在只要给我再来1针，我就死定了。我才不会那么傻，谁知道你有什么诡计？来人！虽然我对你越来越好奇了，但还是一刀杀了比较好。
你回来了。是谁将你带进来的？朱影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你亲自挑选的。你不相信他们？我更相信结果。他们忠于你，但不代表他们忠于大家长。什么？他们觉得你的选择错了，他们只是想帮你走上正确的路。别说了。今日就到这里。苏沐雨，你身边的惊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。不要拉他。为什么？就当是我的请求。你和那个小胡子关系很好吗？是的。你们暗河可真是复杂。你这有内奸？抱歉，请神医此事不要和任何人提起。我刚刚差点被他杀了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姑娘，你只需尽心尽力治好大家长，剩下的事情是我们暗河自己的事情，请不要过问。那你能不能和你们暗河的人说一下，杀人的时候不要算上我？我答应姑娘，从今天起，一直到大家长病愈，不会再有任何人可以伤害到你。这是你能说了算的？要杀姑娘，得先杀了我。这家伙还真是让人信赖。药王谷神医，暗河杀人术，真是有趣。什么这么有趣啊？是你，穆青阳，你居然敢来九霄城？我有何不敢来？现在杀大家长倒是个好时机。是不是好时机，你说了不算。卦象不宜，我们穆家的人已经到了。哦，是吗？我今天开心，免费帮你补上一卦，如何？不需要。需不需要，都是凶卦，九死一生。遇到你这个怪物，可不就是凶卦吗？不光是我，还有你们苏家的老爷子也。回来了，哲叔，这么晚还没睡啊？本来睡了，但被人吵醒了。他们在客栈等你。哲叔，你这铃声太催魂了，我还没上去就抖了。自求多福吧。总是搞得这么阴森森的。不，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。走。老爷子，你还记得我这个老爷子？老爷子，明鉴。放开他吧。
你们再这样用剑架着他，他的匕首就要割破你们的喉咙了。老爷子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大家长不应该入九霄城，即便入了城，也不该让他知诸归巢。是长何无能？老爷子，有话好说啊！拔剑做什么？我说要杀人了吗？老爷子，10日之内，我必替你取到绵龙剑。你之前从来没有令我失望过，希望这一次也是。我怎么会让老爷子您失望呢？刚才你去哪儿了？我去探路了。一个人？一个人。老爷子给了你手令，苏家在九霄城的人，你为何不用？我不想让苏家和朱颖正面出冲突，怕坏了老爷子的名声。我看你是想保住苏沐雨的命。头儿，你啥时候来的？这处猪巢一共有36处机关，每一处都凶险至极。躲开机关的办法一共有4种，但不管怎么躲，这里是躲不开的。哪里？这里是整座猪巢的阵心。你给苏家的机关图上少画了这里。你把猪巢的机关图给了苏家。我是朱颖12校，我也是苏家，苏善君。进了朱颖，便不再是苏家的人了。忘记加入朱颖的誓言了吗？大家长到！恭迎大家长。都坐吧。各家家主，上次任务朱颖12校伤亡惨重，我也身受重伤。今天我这魁的位置，也要交给大家长选中之人。这就是新的魁，苏沐雨。大家长，苏沐雨是无名者，没有资格成为魁。按合规矩，魁必须是苏、沐、谢3家直系血脉，不能坏了规矩。是啊，魁将来是要继承大家长之位的人，无名者不妥呀。你们放心，等我退位，自会交出绵龙剑。苏沐雨只任朱颖首领，不继大家长位。大家长，如今暗河处境凶险，我们3家正统血脉，谁是他的对手？要护住绵龙剑，光靠我们这些老家伙不行了。若是无名者也有资格，那我穆家也是人才济济。既然各家都有能人，那今天就比试比试。谢大家长厚爱，沐雨必定全力以赴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请各家主挑选精锐，擂台比武，一炷香后，胜者为魁。擂台之中一一对决，各家家主不可近处观战，生死有命，各家不可因此结怨。
穆家明知你不是我对手。家主说：“我杀不了你，他就杀了我。”雨墨，相信我，我们都不会有事。昌河哥哥，你就那么想当魁？不想。那你出手得罪三家干什么？我要听大家长的。因为之前你跟我说过的那处家园。是的，昌河，我会走到那处家园，带着大家一起。一个虚无缥缈之地，你为何如此相信？作为一个杀手，能相信的只有手中的剑。那便以手中之剑斩出那条路来。这话才有几分意思。你要当魁，我不拦着你，只希望你能记住我说的话。你能信的只有手中的剑，以及我们。还有谁？苏家，苏神君。看来我们苏家，苏山君成为下一任魁了。大家长，我赢了。好，各位家主，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没有的东西，穆家的都杀了吧！穆家家主且慢。大家长，这些人都是暗河翘楚，请大家长留下他们。正好要重组朱影12校，作为新任的魁，木鱼，你的手下就由你来选吧。谢谢大家长。戴上面具，你们就是新的朱影12校，听命于魁。朱影就是要誓死保护大家长的安全。朱影誓死保护大家长，誓死保护大家长。当年的誓言是我们一起立下的。哦，世道变了，醒醒吧！你比谁都清楚，大家长必死无疑，你何必这般愚忠，给他陪葬？若大势所趋，我们就应势所趋，忠诚的意义何在？头儿，你拿了明龙剑吧，我跟着你。你走吧，改了姓名，换了相貌，永远别回暗河了。头，你的剑法是强，但你护不了所有人。你再说下去，今日你便走不了了。你不该让他走。他是我的家人，只是与我做了不同的选择。你是杀手，居然还想做个好人。谢家最好的刀来了。
来助我和穆家联手进攻都巢的吗？我的条件，你答应吗？好，进了都巢，苏沐雨的命是你的了。好，让谢长泽与你同去。听说谢家和穆家联手了，你怎么看？我就等着一出好戏开场喽。等，但是老爷子不肯等了呀。想拿到绵龙剑，总要有点耐心呢。况且是这么好的时节。哟哟哟，这不是丑牛吗？堂堂地支12孝中的丑牛，怎么面具也会了？鬼鬼祟祟的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谢长泽，看你这模样，成丧家之犬了。与你何干？你是谁？为了对付你们朱影，各家都培养了一批好手，每一个人都不比你们逊色。别动！他让你别动，我劝你最好别动，把朱巢机关毒交出来，饶你不死。你做梦！把他抓下！浪费时间！你把他杀了，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呢。他是不会说的。好不容易守到一只落单的蜘蛛，就这样被你杀了。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谢不谢？谢什么谢？你是穆家毒花，穆雪薇，穆家指派了你来，有我还不够吗？避开！不需要。你的刀法不错。穆雪薇，你中计！缠人的女人。缠人，这是对我的夸奖吗？够了，我不想杀你，但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。哼，说着不想杀我，道道暗器用的一点都不含糊呢。我快死了。同样的戏码，不会上当的。我不喜欢杀人，更不杀女人。你还在骗我？你终究是放不下我呀。说什么必定保我无忧。
我现在喊一声，你能出现吗？苏沐雨，九霄城的红米糕味道如何？吓我一跳。我说过保你无忧，自然不会骗你。这红米糕比江南的桂花糕可是差远了。对了，我有一事，但说无妨。医治大家长还得再加钱。神医怎么钻进钱眼里了？生活无忧，才能潜心治病啊！加钱。不知神医想要加多少钱？也不多，等事成之后，这处猪巢送给我得了。你要这里做什么？这里机关多，安全。一句话，行不行？九霄城是北城，红米糕也不好吃。若事成之后我还活着的话，我把你江南的白鹤药府改一处机关药府，如何？那也能有你们12校保护吗？你也会去吗？这……苏沐雨，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是默认啦。我可是带着朱朝布防图来的，你敢杀我？你是谁呀？他是谢长泽，这一代谢家机关术、阵法术第一的人。你从落地之时开始，就见了他的阵法了。穆清扬，正是在下。来，我给各位算一算此行联手的吉凶。桃花壁，青城山道剑仙赵玉珍特制而成，剑为凶，花为吉。你卜卦如此寒酸啊！哎呀，大道至简。哼，你果然是个假道士。有人来了。不愧是谢家谢不谢，最先发现了我，装神弄鬼。他就是此次穆谢两家联手行动的总指挥。在下穆白，人都齐了吗？没想到穆家派出的人居然是你，还挺有诚意。哼，谢家的诚意就很一般了，派了个将死之人。谁先死还不一定。如今有了朱朝布防图，我们谢家谢繁华、谢长泽、谢不谢。穆家，穆白、穆清扬、穆雪薇。好，就让我们6人先去探探朱朝那张网。那个穆雨墨怎么还没回来？任务完成，他自会回来。这么无情，原来你不喜欢穆雨墨。雨墨我们一起长大，他是我的家人。看来雨墨真的拖住了唐连云，雨墨小心。神医何时开始医治大家长？你让人准备100红烛，18面铜镜，明晚就医。好，那便仰仗神医了。此消息一出，估计暗河3家都会知道。雷门的冲天剑，一定很贵吧？与雷门并肩作战时，他们送的礼物，关键时刻能救你一命。雷门可是名门正派，和你们暗河还会并肩作战？暗河不是任何人的敌人。哲叔，你一边说着时间不多，一边又悠然自得，很是闲适嘛。希望这场雨停的时候，一切都可以结束了。是啊，雨啊，倒是快点结束啊！哎，掌柜的，要2间上房。哎，2间？哎，得嘞，最贵最好的上房。来福，领客人上楼。客官，到了。多谢。唐连月是你引来对付大家长的，
稍安勿躁。雨墨怎么会跟唐连月在一起？看样子，雨墨好像昏了过去。雨墨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唐连月为何不直接杀了他？小雨墨的本事，你也不是不晓得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雨墨，是你？他是我们暗河的人，我既然来了，人就交给我吧。按说我要杀的是大家长，其他人与我无关。但是，哦，看来你对我们暗河第一美女还有几分怜惜呀。她这伤只有我能治，别试探我。那就劳烦你照顾好她。先告辞了。你看什么？看你呀。我有什么好看的？那我好看吗？莫名其妙。口是心非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不想杀你。何必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呢？我守在这儿，只是怕你伤势太重，屠成变数。知道了。那你打算一晚上都坐凳子上？天色不早了，不如你睡这儿吧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看你为我疗伤辛苦，不想你染上风寒。你现在身子很弱。你的意思是，等我身子好些了再……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从来都是别人求着我，现在倒像是我在央求你了。地上湿寒，要怎样随便你吧。我出去一下。你要走？我水喝多了。玄武使，这是要去哪儿呢？回去睡觉。若你真的怜惜我这妹妹，就在这里守她几日吧。可笑，我为什么要守你们暗河的人？九霄城的天要变了，大家长的头颅，我替你拿来。你小子，开工了也不叫我。头，12小集结完毕。丑牛离开的真正原因，我想你们也能够猜到。所有的一切，在今晚都会有答案。头儿，我们听你的。今夜，请大家务必守护好此处筑巢，护好大家长。头儿，你可以选择的。还当我是头，就记住我们的使命。我等不负使命，誓死保护大家长。大家长，准备好了吗？神医，开始吧。好。神医可是医好了大家长。哪有那么好医啊？刚施完针，此时大家长神识还是很清醒的。你呀，还是多关心你自己吧，整天心事重重的也不嫌累。抱歉，刚才想起了一些事情。对了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和那个小胡子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昌河，他真的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昌河和我一起做无名者，一起走出鬼窟院，
一起加入苏家。什么人？头，是丑牛的12效印记。不用看我，这会儿大家长还清醒着呢。有事你去忙好了。虚狗，你们保护好大家长和神医，我去就回。是。臭牛，看来我让你离开，反倒是害了你。我苏家不留无用之人，念在你是本家弟子的份上，你自裁吧，也算是给你留点颜面。老爷子且慢，暗河正值用人之际，朱影12校也在重组，不如将他们并入朱影，如何？怎么？刚当上魁，就想给我这个家主一个下马威不成？木语不敢，还望老爷子能够成全。多谢魁大人正义相救，不必放在心上。今日之后，我们便是朱影，誓死保护大家长。誓死保护大家长，誓死保护大家长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便是家人了。当初入朱影之时，我曾给过你承诺。虽然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不同的路，但我仍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活下去。我只是希望你好好活下去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猴，小心！头儿，我们这么拼了命的保护大家长，值得吗？当我们执剑的那一刻起，所问的从来都不是值得二字。不问值得，那问如何？只问己心。头儿，我相信你。大家长如今大势已去，为什么就不能拿了绵龙剑继大家长之位呢？臭牛，这就是你心中所想吗？也省得各路人都来杀我们。我不想拿绵龙剑，也永远不会坐上那个位置。你们跟随我多年，应当知道我心中所想。是，头儿你有自己的坚持，可我们呢？我们也有自己的私心和野心，我们也只想好好的活下去。我们都曾立下誓言，只要我还是魁，你还是12校，那守护大家长便是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。剩下的事情，待尘埃落定，我自会解决。头儿，你的剑法是强，但你护不了所有人。你想好好活下去，所以我让你暂时离开了这场纷争，但没想到却是害了你。你就是太天真了，你不会真以为事到如今，还真有人能从这场纷争中脱身吧？可当丑牛摘下12校的面具时，就已经与此事无关了。可笑的想法，只要还在暗河，谁又能真的无关？
即便他的死活已经与这场纷争的结局并无关系了。大家长的周围已经无人了，只剩下你们这帮冥顽不灵的朱影12校。我们当初立下了誓言，要誓死保护大家长。这就是你所谓的誓言，可你也曾说过，要带着他们好好的活下去。三家对你们虎狼相视，刀剑尽出，你觉得你们的机会在哪里呢？暗河三家本是家人，大家长并不是没有过传位的想法。你拿他们当家人，他们却要杀你，你还真是木鱼脑袋啊！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三家底牌尽出，大家长必死无疑。靠着杀戮夺来的大家长之位，有多稳固呢？不好，看来现在就要用移魂大法了。疗伤期间，任何人不准打扰。12校加强戒备。是。从正门进入便是无声阵，记得不要发出任何声音。少主，既然这里有无声阵，我们为什么还要从正门走啊？因为只有走这里，才不会遇见朱影12校。至于苏沐雨，你还是那么固执，睁大眼睛看看吧，沐雨，这样的结果不就是你造成的吗？难道真的要让朱影都因为你的誓言而一一送命吗？我依然会记得我当时的话：手中握剑之时，不问值得，只问其心。我知道，你还在想着家园，对吧？神医还在给大家长疗伤。已经进去大半个时辰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少主，现在可以说话了吗？可以说话呀。就你话多。去看看。是穆家的人。无声阵要在几分钟之后才能启动。谢长泽，糟了，中计了。石沐白，谢虎啸，你的对手是我。快去拦住他们！谢家谢虎啸，你的敏锐不如从前了，莫要小看我们。继承了龙牙刀的人，阿虎，看来谢家出了一把比我们更好的刀。谢不谢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动手！我等这一战很久了，今天你们两个是我的。想走？给我老实待着！去死吧！我们走。巨石迷魂阵，起！不错不错，先算算与你们一战结果如何？桃花面，大吉！敌方已破无声阵，辰龙引虎在中庭备嘴，紫薯、四蛇起阵。巨石迷魂阵，起！你这阵法跟布防图画的一样，一点威胁都没有。有劳了，长泽兄。先算算与你们一战结果如何？桃花面，大吉！让开！小心，他是毒花。苏沐雨在哪？别一来就想着你的梦中情人啊！咱们是来干正事的。你想见苏沐雨，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
杀光这些人。五马，魏阳，想见我们头，先过我们这关。木白，左路就你们这些虾兵蟹将。魏阳，咱们速战速决，去救其他各路。好，速战速决。谢母两家已经攻到了中朝中庭，大家长这边什么情况？大家长，静气凝神，切不可分心，不然咱们都得死在这移魂大法的幻境之中。谢家已经破了中庭阵法第2关，谢家破阵，穆家杀人，爽快！小侯，你去支援中路。看你们还能撑多久？等苏沐雨来给你们收尸吧！沐雨，时辰应该差不多了，你再不回去，恐怕朱朝就要被人攻下喽。你犹豫的太久了。我只是帮你快点做个决定，不用谢我啊！哎，你等等我啊，一起去呗，顺路顺路。朱朝中庭最后一道法阵已过。穆家准备进攻后庭。是。信不信？你在做什么？快杀了他们！这不是比武，这是生死之局。我不是来杀人的，我只是来找苏沐雨。更何况，他们也是谢家之人，我们都相识。在成为朱影的那一天，他们便不再是谢家的人了。成为朱影，是每个暗河人的荣耀。说是地狱也不为过吧。别让谢家的人抢先了。你很想见苏沐雨吗？赶紧去！
没有谢长泽帮忙破阵，这么毅然冲上去，不怕送死？破阵而已，所见皆斩不就可以了？那我破阵也就4个字：跟着你走。这是什么？今夜怕是要死在这里。哎，别说什么死不死的，老爷子，抽完这根烟，老子就出去给你把他们都杀了。原来是这个人。若是这次能够活着离开这里，你就离开暗河，去见你的妻女吧。妻女。经历过这次事情，我才知道，我的存在是他们最大的麻烦。为了他们，我已经死在这儿了。苏沐雨呢？还不错，竟然能打到这里。但就凭你，还不配让我们头出手。迅高！苏沐雨。你们先推到一旁。我没有见过你，看来谢家藏了一把很好的刀。我时常问我师父，我的刀法如何？师父总和我说，我的刀法在暗河这一带已是第一。但是比起剑术第一的苏沐雨，还有很长的距离。你的师父是谁？谢家，谢奇刀。七刀叔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你是他的弟子，难怪可以走到这里。我要的不是你言语上的称赞，你对我最好的称赞，就是和我一战。既然想打，便如你所愿。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，我不是来打架的，我是来找苏沐雨的。怎么这不管是男是女，都是来找咱们头的？难道我还没有资格让你用出18剑阵吗？目前看来还不够。好。灵犀之术，杀！回！起！18剑阵！起！
18剑阵了。你已经见到18剑阵了，那么，你觉得自己可以跨过去吗？我觉得他跨不过去。你还真敢跟来？哈哈，沐雨，我记得你以前和我说过，世上的事情，只有跨不过去，才有跨过去的意义，不是吗？只有赢了会败的局，才有赢的意义。我听过你的名字，谢不谢？你是个刀痴。或许吧，他们都这么说。我也曾说过，苏沐雨是个剑痴，但他不同意。若不是剑痴，怎可能学会这般神奇的剑法？是啊，而且是通过一本残卷还原出来的。当时我劝他，可他不听，因为在看到剑谱第一眼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疯了。不过事实上，他也一直参不透最完美的18剑阵。那最后呢？最后快被杀死的时候，他就突然用出了最完美的18剑阵。谢不谢？记住一句话：要见生死，才能见天地。你喜欢刀？喜欢。为什么喜欢？刀很美，刀身的弧度很美，刀挥出的那道线也很美。拿着，让我看看你挥刀的样子。原来所谓的第8刀，便是那最好、最纯粹的我刀时的第1刀。这是师父一直想悟出来的第8刀，今日便是出那1刀的机会。好强的一刀，确实很强。师父说我悟出第8刀，那么暗河这一带，我便是最强。可为什么我还是输了？你痴心于道，醉心于道，可是道毕竟是死物，你需要真正值得你为之死战的理由。我不明白。就像现在，我若输了，我身后的那些人都会死，追随我的人也会死。每个人寻求的意义不同。你的意义，需要你自己去寻找。虽然我还是不懂，但我会为了赢你，去寻找你所说的意义。你要走，别忘了任务。我来这里，不是为了杀人。即刻起，我便要离开暗河。若谁有不满，让他来杀我便是。怎么？担心我偷偷进去杀你的小神医？放心吧，我的好兄弟。许巍，你放心，我只是放了点香，让他们短暂昏了而已。许巍，兄弟啊，你背负的太多了。得，我先回苏家复命去了。雪薇，你也要和我一战吗？战你个头啊！你都受伤了，你以为我没有看见？喏，这是疗伤药。堂堂暗河的毒花，总是随身带着疗伤的药做什么？你以为我想当毒花呀？我是9毒成医。你真认为那个神医能医好大家长啊？
果然是温家气流一生疮，这是我给你爹留下的印记。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，就算他一生都不敢再来见我，我也要伴他一世。果然是他，他爱我。是谁？不可能，在幻境之中，应当无人可以看到我，除非他自己的意识已在梦境中觉醒了。你是谁？这是梦境。梦境？是的，我只是你梦中的一个过客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？是谁派你来的？鬼总部，你是苏家的人，他们背叛了我。不好，他的梦境记忆和现实记忆开始错乱。苏家早就已经背叛我了，吴家、谢家也都背叛我了。原来是这样。该死！若是在幻境中被杀，那我是不是也死了？这师傅没说过呀。方才的问题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谁？医者百合怀。你怎么会苏家的武功？你用移魂大法是想找到绵龙界的秘密，根本不是替我治病吧？误会，请大家长相信，我并没有恶意。你们都想从我这里知道绵龙界的秘密，但是有些事，知道的越多，死的越快。怎么，有了小神医就嫌弃我了？不是。大家长，我是苏沐雨。哟，没想到小神医竟如此貌美。大家长，不过看来医术不精，大家长要杀他呀，那我就代劳了。苏家的三针有戏，你究竟是谁？不知道我是谁，下手还这么狠。不管了，先找人来稳住这局面，剩下的随后再说。机关。快回去，大家长有危险！拦住他们！大家长，你怎么了？大家长，我是苏沐雨。大家长，快醒醒！
抱歉王，有我在，保你无恙。惨了！你居然碰到我了，之前要被毒死了。苏沐雨和神医掉进密道中了。我往那洞里撒了剧毒，他们必死。走吧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送苏沐雨一粒无花丸，封在了他的剑柄之中，他死不了。我们的目标是绵龙剑，快走吧。大家长，你醒了。雪薇见过大家长。雪薇，你也是来杀我的？得罪了。退！该死！神医，你没事吧？还好，我没事。这是怎么有朵花飘下来？是雪薇的毒花，服下它，对粉尘有毒。切，你只知道我是药王谷的传人，却不知道我母亲乃是天下第一独门温家的人。我会怕毒？这还是留给追兵吧。那个浑身用纱布罩着的姑娘，练的是毒功。神医慧眼，雪薇幼年时练过毒沙掌。毒沙掌不算高深的武功，应该是练功时出了岔子，导致剧毒流遍全身，本该就此殒命，却不知他怎么活了下来。人虽活着，毒还在，以至于成了一个毒人。常人轻轻碰他一下，不出一炷香的时间，就会化成一滩黑水。雪薇也是可怜人，不知神医可能救他。他见面就想毒死我，我都跳密道逃跑了，他还放一朵毒花来追杀我。现在你和我提救他的事，不合适吧？他方才对你出手，也是迫于家族的命令。若是此事过后，我和他都还活着，不再是敌人了，我可以救他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钱？钱管够。和奎大人做交易就很舒服。不过当务之急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先出去？哎呀，周叔，快点！绵龙剑马上就要到手了。你小子，终于是要干活了吗？谢家和穆家已经进了朱巢，算起来，咱们现在过去，刚好。看来，老爷子对你还是不放心啊。哎呦，周叔，
你这句官话说的可以啊！哎，等等我呀，哲叔。报告家主，家主，谢家和穆家联合起来攻破了朱巢，苏长河和苏哲刚刚离开九霄客栈。怎么刚离开九霄客栈？老爷子消消气儿，如今谢穆两家联手对抗大家长，昌河那边或有妙计。那就等上一等，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。神医放心，有我在，我来走前面。神医，怎么了？神医，你治好大家长的毒了？暂时压制住了，要完全治好还需要一些方法。辛苦神医了。客气了。不过看如今这情形，大家长治不治得好，性命都难保。这场争斗，多少也是因我而起。若是当年哲叔没有受伤，或许……哲叔就是神医见过的那个说方言的人。奇怪，怎么又绕回来了？那个哲叔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哲叔是上一任的魁，暗合规矩，魁便是下一任大家长的继承者。只可惜，一次任务中，大家长遇袭，哲叔带领朱影12校以命相搏，救出了大家长。可12校全军覆没，哲叔也受了重伤。你怎么样？还好，只是一些轻伤。趁这次离开暗河，和你妻女团聚吧。之前做梦都想回到他们身边，今天我才懂了，身在暗河，只有我死了，才能让他们真正安全。那就远离暗河，建立一个家园，保护我们的家人。苏沐雨，你受伤了，你先别动。身边跟着个神医，受伤了还应酬，忍着点儿，会有点疼。身在暗河，死或许也没什么不好吧。我饿了，我要吃桂花糕，你得带我出去。好。我才不会轻易让你死，你得陪我出去。这么多条路，该走哪一条？不管是哪一条，我们都要面对。对。啊！苏沐雨，苏沐雨，苏沐雨！穆家的人，谁也不许后退一步。我谢家亦是如此。难道你们不怕死吗？
谢不谢呢？谢不谢跑了，他说要去游历江湖，去寻找所谓的意义，来锤炼刀法。可恶！谢少主，别想这么多了。12校死伤近半，不如我们两家联手，合力击杀大家长，抢夺绵龙剑。哼，联手？若谢不谢还在，又何须和你们联手？那你倒是把谢不谢追回来呀！你，雪薇，你少说两句。哼，谢少主，眼下大家长也是强弩之末，机不可失啊。强弩之末，那你们可以试试。风。雷。气。斩。这就是你所谓的强弩之末？怎么回事？难道大家长的毒已经解了？不可能，刚才大家长追杀神医时的状态，明明是走火入魔了。回去告诉你们家主，想要绵龙剑，就给我安分点儿，否则就毁了它。还商量着干嘛？快撤！咱们也走吧。是。大家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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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大家长，大家长，大家长。不是要去筑巢吗？怎么来喝茶了？筑巢之中有条密道，直通城外的3里亭。咱们兵分2路，我去筑巢搅个鸡犬不宁，你去3里亭等他们自投罗网。长河，我知道你在谋划着非常可怕的东西，我不拦你，我只做任务，不讲别的。谢谢哲叔。我找了一些水和干粮，咱们先在这休息片刻。感谢神医。你答应了要护我周全，我当然不能让你死了呀。啊，这里面藏着的该不会是武功秘籍吧？哎呦，这些生意不好做。来看看。人呢？苏长河，你这是要拦我的路？看你们的样子，没能闯过筑巢。你找死！来呀来呀，陪我耍耍！哼，就这点能耐，送上门来就别想走了。今天就由你来击抓之路。看来
人呢？哎，在这儿呢。这个小子吃了我一击，竟然没事。刀变得好慢啊！哦，看来朱朝一战你受了伤。这人在将死之前，果然连动作都迟钝起来了。你想要快的，那这够不够快？记得住吗，小子？太慢了，太慢了，还不够，再快些，再快些！你所愿。哎呦，看来伤得不轻啊！苏成河。我今天一定要宰了你！这才叫快！傻看着干什么？一起上！是。那就一起来吧。欺人太甚！苏成河，拿命来！他是谢霸最钟爱的徒弟，杀了他，便等于和谢家宣战。怕什么？谢霸要宣战，也是冲苏家，就怕他谢霸胆子小，不敢宣战。此言有几分道理。那我先回去和他们交差。对了，谢不谢走？接下来的事情或许会很麻烦。我知道了，少了一柄不错的刀，麻烦就麻烦点吧，戏还是要演足。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，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唉，可惜了。如果有机会，还是想和他真正战上一场的。唉，还是上路吧。这怎么都是小说话本？你们暗河的人都这么会消磨时间吗？真是玄乎啊！怎么了？你这么快就休息好了？暗河穆家有一位穆朝阳前辈，创造了一门关于睡觉的武功——眠息法。还眠息法？只需要睡上2个时辰，其余时间再择机睡上那么1时半刻，便能恢复精力。作为一个医者，我想说，这个眠息法根本就不讲医学。即使它真的能达到你说的效果，那也是在变相的消耗生命力。神医，我们走吧。大家长那边还在等着我们呢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画本太好看了，我还有半本没有看完，能带上继续看吗？这个画本说，北离开国皇帝萧绎手下有一群影子杀手，专门执行刺杀敌方主将之类的任务，写得相当真实，着实精彩。影子杀手。神医当心，这里应该就是密室的出口了。那个苏哲身上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印记啊？不知。
神医为何有此一问？没什么，随便问问。神医往后退一些，我看能不能直接打碎这道门。神医稍后，我先看看情况。来，苏沐雨，我等你很久了。神医，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这里交给我。好，你自己小心啊。你怎么会知道密道的出口？我穆家本来就精通各种奇术怪道，找个密道口很难吗？傀儡杀人术，傀儡杀人术与你的18剑阵同出一辙，不同的是你控制的是剑，而我控制的是人。自不量力！傀儡有事！苏昌河，你杀了谢繁花，你的胆子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呀！哼，浑水摸鱼罢了。毕竟混乱之中，谁又能放过谁呢？是吧，穆子哲？你敢唤出我的名字？这次之后，或许所谓的3家，只能剩下1家了。你以为我还会惧怕你这个穆家家主吗？你找死！既然醒了，就起来吧。你的伤势已无大碍，我还有要事在身，告辞。人家这里好痛啊，你帮我上药吗？你帮我上药吗？我够不着。宇哥说过，除非能拿到朱巢布防图，否则无人能擅闯朱巢，见到真正的大家长。而朱巢布防图，宇哥，我会尽力拖住这个木头，你安心解决你和昌河之间的事情吧。有点意思，一句用谢家掌怀剑主攻，一句用苏家秋风落主手，还有一句则用了你们穆家秀法化作的白袖剑助偷袭。穆家傀儡术几乎无懈可击。只是几乎无懈可击，并不代表无懈可击。傀儡用死剑
再精妙的剑法。也能破？什么？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破解之法？我从一个以剑为名的地方而来，在那里有专门的人来研究破快剑、破弓箭、破手剑。我父亲曾经说过，若非剑仙，在其面前没有资格说剑这个字。无剑城，你竟是出自无剑城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已经败了。桃花面，大吉啊！是你，奎大人知道我，荣幸之至，荣幸之至。同时对上他们两个，看来今天凶多吉少了。哦吼，这里挺热闹啊！是他来了。哲叔来了。小木鱼果然在这。苏长河那小子看来早就知道，所以才让老子来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哲叔此言何意？让你说话了吗？哲叔，你还是喜欢营造一种我很厉害的气氛。不需要营造，这就是很厉害。哲叔接下来怎么打算呢？我打算怎么能够不杀你，还能完成苏家老爷子的任务？这怕是有些难呀。确实有些难呐，但你我二人也算是莫逆之交了。莫逆之交。这样吧，咱们俩先联手杀了那几个鬼，剩下的就是咱们苏家自己的事了。哦吼，穆家几个鬼里还有个能打的呀！久仰哲叔大名，不能打也得装能打呀。小木鱼，你怎么说呢？愿与哲叔共同退敌。抱歉了，小木鱼。十一，快跑！小神医又见面了。狗东西！小神医，你这是在骂我？骂没骂你？你心里有数。狗东西！狗东西！你看我这鬼宗不学的像不像？狗东西，你看我这鬼宗不学的像不像？果然是个狗东西。苏家鬼宗部，苏沐雨，你竟然把苏家功夫传给一个外人！你怎么会鬼宗部？丫头，你的母亲可是温若锦。是，又如何？狗东西！我一开始竟没有发现，明明这般相像的。苏哲，白神医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要你管？好，我不管。来呀，动手！给老子滚！苏哲，到底哪边的？给我看好了，这是我的女儿，谁敢动她一根毫毛，我让她死无葬身之地。狗东西，你这句官话说得真好。孩子，这些年我知道我凶你，但你得管我叫爹。狗东西是你娘叫的。刚才还想杀我，现在只想让我叫你。想想你母亲，你有这性格也不足为奇了。算了，当年我很匆忙，都没来得及给你取名字。你母亲给我取名贺怀，白鹤南飞，淮水相望。是个好名字，
你母亲向来在取名这一块很有天赋，比如狗东西。是啊，我真是个狗东西。恭喜师叔，这真是一场意料之外的任性。谁说不是呢？只是今天这个场合，先打发了再进回。快去擒家主！少主，家主，不好了，少主出事了！家主，恕罪。家主节哀！谢不谢呢？谢不谢？挑战苏母语失败后就不知去向。只是听说，他去游历江湖了。游历江湖，谢启都真是教了个好徒弟呀！繁花是被谁杀的？是苏家的人杀了少主。苏家人？那为什么他死了，你还活着？属下不知啊！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，繁花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回家主，真的是苏家人干的！还敢说谎？他的致命伤是你的奴功。属下绝无半句虚言。苏家用我的武器杀少主，就是想谢家内斗啊！苏家如此卑鄙，敌人是谁？苏长河。不可能！繁花的实力我很清楚，苏长河绝对不可能这么轻易的战胜繁花。你还在骗我！家主，少主顽疾在身，驻守那连番苦战受了些伤，眼看要成功，不曾想大家长一剑之威，险些要了众人的性命。拼死之下，我们二人才从筑巢内逃了出来。苏长河以一带刀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，家主明鉴啊！家主，你刚才说筑巢，差一点就成功了。是大家长的一剑，险些要了你们的性命。正是，不光是我们几个，还有木家那几个高手也是一样。难道大家长恢复了？大家长还说，传令下去，今夜子时，九霄城中所有谢家弟子前来议事。他想干什么？他不是说去筑巢取绵龙剑吗？回家主，属下也不知道啊。老爷子息怒，老爷子，谢繁花是他杀的，那就等谢家来问罪的时候，我们把他交出去，既可以卖谢家一个人情，又处理了一个隐患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苏长河，是啊，若是因为他让苏家和谢家先行结怨，只怕最终得利的就是穆家了。好，你亲自去，先把苏长河软禁起来。穆秋领命。想不到在你玄武使的眼中，我居然还不如一张筑巢布防图重要。我出身唐门，有没有布防图无益。哦，这么说，玄武使还是舍不得我了。毕竟，你被我唐门暗器所伤，也只有我可以治疗。哦，那还是让这些伤恢复得慢一些吧。从未听过还有人希望自己伤势恢复的慢一些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多见你几日啊。哎，
当年在穆家学过一些药理，可学的都是杀人的技巧，没想到有一日却要用来救人。当年呐，你我同出穆家，以兄弟相称。后来你成了大家长，而我守在这处宅子里，无人问津。你有了你想要的荣耀，我过上了我所想要的平静日子。究竟是你更幸运一些，还是我更幸运一些呢？可终究，你的荣耀被鲜血所吞噬，而我的平静也终有被打破的一天。我听那个叫苏沐雨的年轻人说起过家园。哎呀，看来你没有忘记当年我和你所说的那些话，真的创立出了一个可以让暗河子弟离开这些杀戮的地方。可是啊，我们都已经老了，已经来不及走到那里去，就要死了。希望我们当年没能完成的梦想，新的年轻人们可以实现吧。好了，你放心休息吧，我就在旁边守着。我这里还有最后一支守魂香，再为你续上12个时辰。唉，从小就与刀剑为伍，没想到竟会有一日连自己的武器都拿不起来。还别说，往日里咱们都是刀不离手，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，突然之间连自己的武器都拿不起来了，还真是有些不适应啊。是啊，胡哥，要是有一天真的过上了平凡人的生活，怎么？你小子想隐退了？哼，我只是在想，如果我们都过平凡人的生活的话，该如何谋生呢？哎呀，我还真曾想过，那时候头说要带我们去家园，我就幻想过，反正有的是力气，要不咱就开个打铁的铺子，做个铁匠。不过现在这铁匠是做不成了。咱们这些人啊，除了打打杀杀，好像还真就不会别的东西了。也不知道头选的这条路对不对？管他对不对，这些大是大非，咱们也不懂。我只知道我要跟着头一路走下去，这就够了。没错，只是不知道头现在在哪儿。大家长怎么样了？看起来情况很不好，柯叔让我先出来，但我看他似乎也已经无能为力了。该死！现在我们全都受了伤，大家长也危在旦夕。若他们再发一次像那样的进攻，我们恐怕性命都得留在这里了。不要说这些丧气的话，我们只需要做好事情，然后在这里等。等什么？等着头带着神医回来。我们永远可以相信头，他不会抛下我们，他会带领我们平安地走出九霄城。给我上！这是什么形式？穆家的鬼虚阵法，
昧魍魉，你敢在我降魔法杖面前放肆！真没意思。车叔啊，我们一起共抗天外天的时候，怎么没发现你有这么厉害？女儿面前，自然要卖点力嘛。况且对抗天外天什么的，又冒给老子钱。慕白和慕清扬跑了，跑了就跑了呗，真留下来2个小子，会逼急木子遮了个疯子的。车叔，咱们一起回朱朝。对你和神医没有影响吗？哎呀，怕啥影响啊？大不了过凭本事喽。现在装好人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乖女儿，你不知道，按和规矩不能与外族人通婚，否则……那你就怕了？你知不知道我娘亲死了？我知道。因为他就死在我怀里。那一年，我得知你母亲身染重病，便偷偷去了温江，也想办法帮她寻求名医。只是可惜啊，娘亲的病，连老神医都束手无策。后来，阿和警告我，要是再去见你们，就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不怕死，可是我怕害了你们呢。如今一切都已明了，神医，你也不要太悲伤。你们父女重逢，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。现在是高兴的时候吗？对，小木鱼啊，难怪昌活那小子看谁都砍一刀，唯独对你最是心软。你果然招人喜欢呐。昌河此刻在哪里？他啊，不愿与你相见，去执行更危险的任务了。这次之后，或许所谓的3家只能剩下1家了。你以为我还会惧怕你这个穆家家主吗？你找死！蝶舞，紧张！糟糕！安和送葬师。永别了。穆家家主也不过如此。都说穆家家主3丈之外可称无敌，但如今你3尺，那也是我的天地。手法不错，只可惜你的天地转瞬即逝。我的天地一瞬便是永恒。最狠的毒，哼，对穆家的人用毒，真是可笑。即便是你，
逼出这点毒也需要一点时间。我可以先杀了你，再逼毒。你可以杀了我，但你能杀得了我们吗？恭送穆家家主。这个苏哲，实力太恐怖了。毕竟是差点当上大家长的人。我要将此事禀报给父亲。这一次，不仅要杀了大家长，就连苏家也要连根拔起。不错不错，但要让家主下定决心和苏家死战，还缺一个契机。什么契机？比如你的死。长河，你可真是好手段啊！老爷子，见笑了。能从穆子哲那家伙手下逃生，全靠老爷子增援及时。长河只是侥幸罢了。哼，你应该知道，我指的不单单是穆子哲这事儿。我问你，谢繁花怎么死的？谢繁花那家伙本就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嘛。这次任务中偶然遇见，顺手就给宰了。毕竟谢家那些人也都在等着他死呢。我这也算是帮了谢家那些年轻人一个忙。好，那么我再问你，为什么慕白也死了？什么？慕白死了？谁杀的？苏哲。哎呀，完蛋了！哲叔平日里最爱偷懒，怎么这一次这么出力？杀了慕白，那穆家不得扒了我的皮呀？他不止扒了你的皮，而是要扒了我们整个苏家的皮。穆子哲，他就是个疯子。如今他儿子也死了，咱们跟谢穆两家已经是无法善了了呀。我只是让你去杀药王谷神医，却没想到你让苏哲杀了慕白。罢了，剑出不能回鞘，这一次便索性让整个暗河都姓苏。家主雄才伟略，苏长河誓死追随。你誓死追随，那苏哲呢？哲叔，他怎么了？他，穆秋，你告诉长河，苏哲怎么了？苏哲不仅杀了慕白，而且还选择和苏沐雨站一队。此时他们一行人正在返回朱巢的路上。老爷子，请再给长河一些时间，一定给老爷子一个满意的答案。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接下来苏家的活动，就由穆秋负责吧。你也正好养养伤。老爷子，穆秋领命。什么人？我来给苏长河送饭。就我自己过来了，老爷子下令说是为了保护你，特意增多了一些巡逻人员。就连本家弟子想来见你一次，都得先用送饭的名义才能过来。哼，想把我软禁起来？你为了给苏沐雨留下生机，现在连自己都软禁起来了。我们的计划就这样半途而废吗？时机未到，
等我信号吧。哎，让我看看都带了什么好吃的。怎么没带点酒水过来啊？大哥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想着喝酒啊？待会儿你帮我送个消息出去。这就是信号？不冲突，就一句话：守住梦想，离开是非。你的伤势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只要好好静养便可以。我要走了。离开之后呢？继续执行你之前的任务吗？即便你不动手，大家长也过不了这场劫难。而你一旦此刻动手，或许代表着天启的玄武使加入了暗河的内斗之中，这于你而言会是一件麻烦的事情。多谢姑娘提醒，我自有打算。木头啊木头，你真是块大木头。那你走吧，雨墨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。告辞。啊，真是心狠的男人。守住梦想，离开是非。看来昌河哥哥遇到了不小的麻烦。看来被软禁之后，你过得更加闲适了。我躺在屋顶晒晒太阳，不算坏规矩吧？只要你不踏出这处府邸，别给我添麻烦就好。唉，早知道早点受伤了，不用打打杀杀，晒晒太阳、睡睡觉的感觉真不错呀。哼，你得了闲，却害了我。穆秋书是宗门本家出身，武功一流，威望很高，比我适合当主帅。等我伤好了，定为穆秋书鞍前马后。放心吧，一定等得到你伤好。我如今的策略是等。我当时的策略也是等，怎么就被老爷子带队来威胁呢？因为当时谢家、穆家都陆续动了手，唯有你一直在那里光看不动。但是现在不同，谢家、穆家都受了重创，且都对我们苏家有了巨大的敌意。我们若贸然动手，很有可能会遭到他们的联手对付。不必担心，老爷子说了，以后整个暗河都姓苏。现在局势最不利的却是我们，就好像有一只手在无形之中操控着这一切，而他的目的是让暗河在这场混乱之中没有一个赢家。哦，是谁有这样的能耐？雪月城、无双城，还是天启城的那个举世无双的王爷？哼，暗河真有这么重要吗？值得那位王爷出手？你也未免太看得起我们了。除了他们，谁还有这样的能力？雪月城那几位当家的，和我还算有点交情。要不，我去问问他们。你说10句，得有9句是假话，唯有1句真话，却可能改变很多。我只是个无名者。穆秋书这么看得起我？君子之泽，30而衰，50而斩。暗河传承至今，若没有你们无名者，早就该衰亡了。若有人能看破这场迷雾，我倒希望是你。又起风了，今晚的雨怕是小不了啊。
没消息，不行，时空生变，去把穆司林请过来。是。谁干的？苏家，苏哲。苏家站到大家长那边了。他原本是要杀药王谷的神医，却突然对我们发难，少主中了他的金环。我拼死之下，才夺回了少主的尸体。柯家，苏哲，很好，很好。把他放出来吧。柯叔，神医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，担心三家再来偷袭，我们全部守在筑巢，不敢继续。速速派人去寻，12个时辰内若无人救之，大家长便神仙难救了。哎，我们12校还能站着说话的，就剩6个。你什么意思？柯叔，您别生气。申侯，你少说2句。我回来了。头，苏哲，头，他怎么来了？暂时没有时间细说，你们只需明白，哲叔作为上一任的魁，他愿意站在我们这一边。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是啊，肃清暗河内乱，乃吾辈之责。该死的苏沐雨，别乱给我扣帽子！柯叔，大家长情况如何？梅香越来越浓了。是啊，越来越浓了。还望神医救治大家长，一解暗河于水火之中啊！放心吧，柯叔，我已经找到医治大家长的方法了。但闻其详。以命换命。血气刀那徒弟的下落找到了吗？回家主，谢不谢败于苏沐雨之手后便离开了。我们派了数名弟子去寻，
但还是没有下落。擅自离开暗河，便是叛逃。接回谢路。在。传信给谢七刀，让他来九霄城。想要置身事外，笑话！家主，华清，家主，苏昌河就交给我吧。大哥，不是我说你，为了一个苏沐雨坏了咱们的计划，知道吗？急什么？无非是软禁些时日而已。以沐雨的性子，不会坐视不理的。哼，他就是有心想要帮你，只怕你是无能为力。现在三家的目光都在大家长的绵龙剑上，只要大家长不死，沐雨还是亏。即便三家翻脸，强抢绵龙剑，也只能是玉石俱焚。沐雨要是知道我被软禁，他想救我，他会传绵龙剑给苏家家主。你倒是对你的好兄弟很有信心啊，就怕……你管好你自己的嘴！什么人？谢家人的报复即将开始了，去告诉沐雨，让他尽快离开九霄城。厨娘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没有保护好朱颖12孝。别给我装神弄鬼的！好。苏沐雨，我是打不过你，但是你也别得意。我并未得意，只是疑惑。你来找我有何事？以你的剑术，长河让你来找我，定然不是来杀我。哼，杀你？你可是他最好的兄弟，那怎么舍得？我们原本的计划是利用谢幕两家的高手，刺杀大家长，夺取绵龙剑，顺带着将他们也尽数坑杀在朱城，将所有的罪名都推到朱颖和你的身上。可惜呀，到最后，他还顾念着和你的兄弟之情，让你快跑。够了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他让我带话，他现在是天境之人，再不用与你拔刀相向了。长河被软禁了，为什么？办事不力，
再加上他杀了谢繁花，哲叔杀了慕白，导致其余2家将矛头全部指向了我们苏家。他让你守住梦想，远离是非。远离是非。不用找了，是雨墨的信件。好，他怎么说？重伤未愈，无法回到朱朝。什么？他怎么可以这样？能够撤除此次纷乱，未尝不是一件幸事。头，你在想什么？忽然有些累了。倒是第一次听头说“累”这个字。从三里亭回来的路上，看到哲叔他们父女相认的喜悦，我突然有一瞬间，仿佛从这场杀局中抽离出去了。可回到这里，看到你们身上的伤，臭牛的粪，让我很自责。又回到了暗河的世界，突然就觉得很累。头，若此事能够顺利了结，你会成为大家长吗？不会，我想去家园。头，你认为家园真的存在吗？那个所谓的暗河中唯一的净土，在那里可以真正的放下屠刀，过一个平凡人的生活。可家族中很多人都认为，那只是一个谎言。不，家园是真的存在的，那里有我的亲人。哼，头，你知道我们为何愿意跟着你吗？头，我们跟着你，是因为在你身旁，我们才觉得像是作为一个人，而不是工具存在。我出生于暗河穆家，我自有记忆开始，便在学习如何杀人。我们都是别无选择的人，我们也都是世间极恶之人。在我人生的前20年，我每一刻都想了结自己的性命，结束这罪恶的一生。但是头，你是不一样的。我以为加入朱影，不过是这段噩梦的延续。但是头，你是我在暗河见到的第一个心存善念、心中仍留有阳光的人。你说加入朱影，可以不再是杀戮的道，而是守护的道。那么我愿意为守护而死。即便你守护的是一个极恶之道的掌控之人，不，我守护的是头你呀。那我守护的又是什么呢？没有谁生来就是坏人，而即便成为坏人，心中所喜欢的，也依然还是善良的人。奎大人，若暗河之中是永无止境的黑夜，那你便是我遇到的第一束阳光。头，若大家长生死，请至绵龙剑，继承大家长之位。请奎大人至绵龙剑，继承大家长之位。我答应你们，一定带你们回家，荣耀且自由的回家。师父，不是说无事莫要来打扰我吗？这一次弟子前来，有3件事要禀告。讲。第一件，谢不谢回来了？回来了。人呢？他说有个东西要给师父看。他和苏沐雨对战了。这便是他寻到的第8刀。不屑说，这并不是真正的第8刀，
他说给他几年的时间游历，得到答案后，他再回来。他罔顾任务，私离暗河是死罪。他10日不回，提魂殿追杀他的手书就会毫不犹豫地发下去。第2件事与此有关。写那些废话我不想看，你直接说了便是。家主说，只要师傅您愿意去九霄城助谢家一臂之力，那么他就会求情提魂殿，赦免谢不谢的死罪。哼，谢霸的家伙，倒是打得一手好算。那师傅，您是去还是不去？第3件事是什么？第3件事是有人送来了一件礼物。此事的发展似乎已经超出了我们最初的预料，我们需要动手干预了。那么，我们3人中应该由谁前去呢？自然除了你，都可去。此行可减恶，可赦罪，唯独赐不了福。那便我去吧。那便你去。此行前去，只需记住一点：谁都可以杀，谁都可以死，但是暗河必须依旧是暗河。许久不见了，大家长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真的要听苏晋辉的，要来杀我？大家长认为我会杀你吗？这些年，很多事情都变了。是呀，很多事情都变了，但唯独大家长的谨慎一点都没变。既然不是来杀我，那你是？我女儿说，收了人家的钱就要把你医好，所以冒的办法就来了。女儿，药王谷，温家，她是你的孩子。是啊，所以还得多谢大家长。若不是这一招，我还无法和我女儿重逢呢。当年你那么大阵仗，我想忘记都难呐。大家长，你醒了。神医，不错不错，看来你这毒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只是切记这几日不能过分动用真气，否则就功亏一篑了。原来那日神医用移魂大法来探究我的记忆，是为了从我的记忆里寻找你的父亲呢。话虽如此，不过也确实是为了治好大家长的毒嘛。你看，你现在也算是变回一个正常人了，咱们的钱是不是该……答应神医的自然都会给，但是我很好奇，神医究竟是如何医好我的？血漏一枝梅毒液侵入人体后，会顺着血液流过，毒到之处如万蚁噬身一般痛不欲生。我以移魂之法与大家长同感同知之中，我发现52丹穴、300双穴以及50个经外奇穴之中，有一处穴道得以幸存，那就是至阳穴。于是我就用了109根银针，将那血漏一枝梅的毒全部逼到了至阳穴。
后在至阳穴再刺一针，方将那毒尽数逼出。我也曾经这样想过，但是若那一针刺破了至阳穴，那结果只可能是真气大泄，毒发身亡。因此，下一步是需要一个内功精湛之人，以手掌附至阳穴，将那毒给吸出来。所以这病最后救治之法很简单，就是以命换命。以命换命，是阿克吗？我还以为大家长猜不到是他呢。我记得第1日我们进这朱巢的时候，大家长明明已经站都站不稳了，却还要在他面前保持着正常的模样，还和我说，要是见过他杀人的样子，便不会再对他放松警惕。可就是这个无法让你放松警惕的阿克，为你献出了自己的性命。他人在哪里？他已经走了。这条路我守了半辈子，无论何人也从未敢踏入半步。这朱巢的无声阵，何尝不是暗河中人的梦魇呐？此番回首，却也恍然。魁大人，在临终之前，就再陪我走完这最后一段暗河之路吧。柯叔，真的不等大家长醒来了吗？你和大家长之间的关系很好吧？就如你和昌河一样，了却恩怨，再无牵绊。对彼此来说，我们都未曾远去。真希望能像柯叔一样，有机会远离暗河，远离纷争，去属于我们的家园。墨鱼呀，大家长没有看错你，你是这一代暗河之中最有天赋和责任心的人。跟随自己的内心，你会是暗河的那一束光。我会记住柯叔的话。那个小神医一直喜欢这个朱巢，改成药府也好啊。他确实想要这处朱巢，但我怀疑，他并不是想要改成药府，而是想直接卖了。神医确实是个不错的姑娘啊。原来柯叔也会调侃人。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，我不再是穆可文，也不属于暗河，没有这些负担。我忽然觉得，活在这世间也多起了几分滋味啊。无名声，暗涌动，归路于乱世求川河。天策引，德性百家于此，他归去。无恩，无怨，无羁绊。阿爹，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故事啊？他们曾经都是穆家的人，应该是好兄弟吧。后来，一个成了至高无上的大家长，一个成了驼背丑陋的看门人。大家长不是出身我们苏家吗？怎么哲叔说成穆家了？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木鱼，进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是。他们想杀我，无非是想得到这柄绵龙剑。为什么暗河之主一定要拥有绵龙剑呢？因为3家之上的提魂殿只认可绵龙剑，持绵龙剑者才有资格执掌暗河。提魂殿，那个掌管暗河赏善罚恶的提魂殿吗？提魂殿可不仅仅掌控着暗河的赏善罚恶，他还负责分配3家的杀手任务，以及掌管着暗河所有的财富。而绵龙剑，所以剑出无法回鞘。这一次3家尖锐进出，必定要得到一个结果，而结果就是
重新选出一位大家长。老夫纵横江湖几十载，没想到现在却要被人逼着退位。可暗河传承向来是以先代大家长指认继承人，我若认定了就选你，你当如何？我会另找一位继承人，再把剑传出去。你想带领你所有重视的人去往家园，过远离杀戮的日子，可是想要完成这目的，却又不得不在一次次的杀戮中活下来，真是矛盾的人生啊，苏沐雨。可正因为这样矛盾，让你的剑术越来越强。万幸之礼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从此之后，你我皆是血亲，三姓同宗，生生世世都为家人。虽是血誓，却也终究抵不过权力和利益。你认为三家家主中，谁可担当此任？谢家家主谢霸，刀法绝世，性格好，颇有大将之风，但过于冲动鲁莽，不是领袖之才。穆家家主穆子哲，武功深不可测，心思亦是深不可测。统帅暗河不在话下，但是他性子过于阴沉了些。而苏家家主苏晋辉，是这几代苏家家主中最得人心之人，性格沉稳，赏罚有度，是沐雨觉得最适合继承绵龙剑之人。你推荐苏晋辉，不只是因为这个吧？听说苏家把苏昌河监禁了，你想在传绵龙剑的同时，以此为筹码，换出苏昌河？三家家主的性子，大家长比我更明白。至于昌河，就算没有绵龙剑，我也一样会去救他。很好，带上绵龙剑去找苏晋辉，就说大家长之位传给他了。可你需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，若最终别无选择，请握住绵龙剑，即大家长之位。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有选择。若连苏沐雨都别无选择了，那暗河的末日也将来临了吧？此事之后，我护送大家长北行，去家园。神医果然名不虚传，我感觉我身上的伤已经痊愈了。伤到筋骨至少要调养100天。苏沐雨进去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爹爹不是在这里啦，总想着别的男人可不行。头说要把绵龙剑带给苏家家主苏晋辉，尽快解决三家的纷争。临走时，交代了此行凶险，让我们在此处院落保护好大家长和神医。这个臭木头，竟然什么也不说，把我自己扔在这里。不是还有我吗？不行，想把我自己扔在这里想得美！我要去找他，说好的一直保护我。果然男人都是骗子。乖女儿，莫这样看着我啊！哎，对了，你不是想找沐雨那个小子吗？嘿嘿，我知道一条近路，不过嘛，先叫一声爹爹听听。好啊！哎呦！家主，华清啊，回来了。家主，他们这是……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散播的消息，说是繁华死了，肯定会另立新的少主，都在积极表现呢。师兄尸骨未寒，他们怎么会轻信这种谣言？就怕是有人刻意为之啊！哎，华清，今日怎么这般狼狈？
回家主，昨晚雨夜我去了趟苏家，看到苏昌河受伤被软禁了。家主，苏沐雨真的会拿绵龙剑去救苏昌河吗？哼，他苏沐雨不过是个无名者，有什么资格拿绵龙剑？更何况，就凭他苏昌河也配？启禀家主，苏沐雨带着绵龙剑出了朱巢。你说什么？苏沐雨带着绵龙剑出了朱巢？是，看方向，应该是朝着苏家去的。通知穆家，就说苏沐雨要传剑苏家，此时便是我们夺取绵龙剑的最佳时机。是。家主，为何要通知穆家？哼，穆子哲不是也想要绵龙剑吗？那就得出一份力呀。华清，谢家弟子由你统帅。是。小二，这酒味道不错，叫什么名字？此酒名为屠苏。屠苏。老弟，这名字对他来说不太吉利啊。对我也不太吉利啊。哎，谢家来拦路了，小心。放心吧，现在暗河之中，能杀我的人还没出现。苏家苏哲。哲叔，沈一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闺女不放心你，让我来为你清路了。嘿，你走你的，交给我了。来。小丫头，差不多得了。靠！血！哟，怎么越说越还来劲了嘞？哎。来下苏哲，我去找苏沐雨。丫头，先打赢我再说吧。一起上，你留下绵龙剑。由我拦路，鬼神莫行。哎，我不管绵龙剑为什么会在你手上，既然让我遇见了，那就把剑留下吧。回去告诉谢老爷子，现在收手，既往不咎。我听说过你修炼的是拔刀术，讲究刀出刀回，便得因果。拔刀术，变回。可只退不战，剑呢？随手揽过雨水，便可成剑。小沐雨，往前行，不必回头。家主，苏沐雨已过清河街，再有半炷香的时间，便要到这里了。他一个人来的？本与苏哲一起，可是半路遇见谢家杀手，苏哲替他拦住了谢家刀客。他来干什么呢？
苏沐雨拜见家主。等了许久了。灭破剑法果然不凡啊！多谢家主夸奖。炎龙剑，大家长身上的毒已经好了，他让我带绵龙剑来此，交给苏家家主。大家长将绵龙剑传给苏家家主，自此暗河大家长之位由苏家家主担任，请老爷子接见。哦，有什么条件吗？其一，老爷子给提魂殿发一道手书，让我、大家长、哲叔以及朱影12校离开暗河。离开暗河，去往家园，条件倒是不难，只是你真的相信家园真实存在吗？这是另外的事，就不劳烦各位费心了。既然说了其一，那便还有其二吧。你说吧。这个家伙交由我处置。不行啊，家主，我誓死要追随苏家，你不能把我交给苏沐雨这个狗腿子。此刻只要老爷子愿意，便可拔剑，继大家长之位。好，家主，现在不是执掌绵龙剑的最好时机。是啊，大家长这是在考验我呀。毕竟只是握住剑还不够，还得活着走出九霄城才行。你不拔剑，那么就由我来拔吧。别当傻子，人不是冲你来的，这个时候露舌头。什么人，敢来我苏家放肆？好大的一颗光头啊，真像是一颗卤蛋。你找死！我的这风呢？怎么把他放出来了？此人是谁？穆家穆慈灵，当年从大家长那儿偷了炎魔掌的秘籍，自己偷偷修炼，结果把自己练得人不人鬼不鬼。这件事儿在穆家闹得很大，后来便被关起来了。卤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苏家，苏志奇。不错，死前还敢如此大声说话，确实有志气。哎呀，有些人的名字一听就取得很潦草，是注定要被杀死的人。不过有的名字就不一样了，譬如苏继辉，这名字听起来就很难杀。生见慈灵，死见阎王。10年前我便劝穆子哲杀了你，他不愿意，说将来或许会用到你，却没想到他说的用到竟是这个目的。单凭你一人想杀我，未免有些可笑。能不能杀，试过不就知道了？什么？
好快！救家主！再厉害的武功也有它的破绽。当年我们三人合力制住你之后，我便想过如何单独破你的研魔掌。不错不错，倒是很多年没有见过家主他亲自出手。究竟在想什么？此刻只要我们二人出手，这场战斗便可以结束了。嘿，你个木驴脑袋，你真以为大家长那么心甘情愿退位？他不过是祸水东野，想让三家自相残杀罢了。我知道，但只要我们帮助老爷子继位，苏家在这场争斗中稳固局面，这个死局便可破了。那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值得你去拼死拼活？我的条件，老爷子他会同意。白痴！提魂殿三关根本就不会同意他的要求，他们甚至不认可老爷子的大家长之位。啊？为何？哎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总之，好好看戏，不要乱来。哇！走走走，出去看看。当年你看到的，只是我想让你看到的。你以为只要避开了我的研魔掌，就能不被我吸走内力了？之前的这场雨下得不够大呀，不如来一场剑雨。哦，苏家还藏着位高手啊！剑雨。这一招和你的18剑阵倒是有些相似啊。见过了我的掌法，你可见过阎罗王用刀？来了，老爷子的寒霜剑气，这下精彩了。可惜了这场好戏，缺了谢家一方，有些遗憾了。家主，木子陵已经到了苏家，目前正和苏家人对决。苏家除了苏锦辉，此刻无人能与他一战，如此甚好。杀了苏锦辉，也能少了不少麻烦。可是放出这个怪物之后，我们无法控制他怎么办？这个怪物就算实力再强，也不会影响到暗河中人的利益，因为他从未想过要留在此地。他想离开暗河。所以此件事一了，我也无需控制他了。
只是现在还有一件事情令我不安。何事能令家主不安？谢繁花死了，那是谢霸最中意的弟子。以谢霸的性子，不应该这么冷静。如今苏沐雨要去苏家传剑，谢家又想要一同夺取绵龙剑。虽说是想拖我穆家下水，但此事却透着些许古怪。安插在谢家的探子有消息了吗？回家主，暂时还没有。让他们务必盯紧。是。家主，谢家还有底牌吗？有，只看那个人是否愿意出手了。别乱动，相信我，你那3枚银针还来不及出手，你的手就会被我砍断。苏哲，好久不见。谢七刀，我与苏哲谈些话，你作为晚辈，给我倒杯酒，不过分。不要耍花样，否则我会杀了你。怎么敢耍花样呢？谢家其他人止步于此。我过去，苏哲你留下，这个姑娘我不杀。看看你们的七刀术，做事和刀法一样的凌厉呀！主要是和你打架太浪费时间，赢了也划不来。来，再倒一杯，我只再喝这一杯啊。这一杯我来给你倒了。哎呀，没想到七刀兄这般闲云野祸之人，也会来趟这趟浑水。这九霄城进了可就难出了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那人在暗河呢？人在暗河，是不得超生。此人便是谢家刀法第一的谢七刀，吓死个人了。唉，便是他了。如今的谢家家主之位，可以说是他让给谢霸的。方才他说的是谢家其他人止步于此，他过去，你留下，然后饶我一命。嗯，没错，他是这么说的。那你们这个约定里并没有规定我不能走。哎，四成，大家长房间内的阵法都布好了吗？已经布好了。头儿还没回来吗？没有。神医和哲叔跟着头出去，也还没回来。头儿独自去苏家传剑，肯定会被3家盯上。可是，头儿让我们12校守护好大家长，不得去找他。是啊，如今我们12校军事有伤在身，朱朝的守备力量也很薄弱。若是再分出人手，如果此时3家都盯着绵龙剑，那么朱朝暂时就是安全的，头儿那边才是最危险的。好，那咱们就兵分2路，我去找头儿。哎，不同，我去吧。我们也去。那我和阿虎去吧。等我们回来。虎哥，当心点！看此处的痕迹，
应该是发生过一场大战。哲叔，你俩快去苏家，保我女儿。哲叔，丫头，你够了！我只是让他们去帮我找女儿，和七刀兄的约定中，又不包括他们新来的。你要拦他们，别怪我不守约。你们快点，谢七刀也去苏家了。怎么样，下个注不？你赌谁赢？家主打算用全力了。穆慈灵就算练了炎魔掌，但毕竟根基不深，时间一久，必败无疑。哼，倒是有几分意思。这你可错了。你若是看过炎魔掌那本秘籍，就不会这么天真了。那可是疯子一样的爷子，哪分什么根基深不深的？你看过？没有，我只是听说的。在《西行游记》话本之中，那孙猴子用棍画了一个圈，从此任凭圈外鬼神纷扰，圈内便是一方安稳的小天地。唯一不同的是，那孙猴子的圈困住了人，而我的圈随人而行。我在哪里，哪里便是我的天地。炎魔掌功夫，一进一层楼，登上8层可见天地，而登上9层也是天地。如今我就要入第9层了。看来是我打赌赢了呀。18剑阵。一个没留神，还是让这小子冲出去了。没想到你就能重现18剑阵，很好。当年我曾恨不能与苏家高手苏18一战，没想到被封进棺材这几年，苏家便有了重现这18剑阵之人。你的话太多了，比昌河那家伙还要啰嗦。我困于那红棺中多年，自有那说不完的话，拉不完的架。细雨剑，不错。他在吸我的内力，原来这才是炎魔掌的可怕之处。苏家苏昌河虽有伤在身，但拼死亦要护我苏家家主周全。救你来了，呸！还是一如既往的嘴不对心。这小子的伤果然是装的。你的寸指剑比以前更强了。强不强，看对手是谁。现在只要弱1分，我便死了。不错，二位的剑法都值得我一战。你，伤口裂开了，打不动了。照这样下去，没完没了了。还真是没完没了了，因为又有救人来了。
堂堂苏家，被一个穆慈陵逼到了如此境地，真是够丢脸的。齐刀叔来了呀！这下可热闹了。想带走绵龙剑，没那么容易。穆家贼人，哪里跑？做什么？糟糕！方才我中了一式研魔掌，一点功力都用不出了。你说你一点功力都用不出了，那压住我，不让我走的这千钧之力是怎么使出来的？研魔掌便是这样的武功，能稀释对方的功力，并可以在瞬间反噬对方。你以肉掌接他的研魔掌，没死便是万幸，但你接下来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那道真气会在你的体内乱窜，你压不下去，便是筋脉寸断而亡。剑锋一折，苏家家主算是废了。家主，沐雨，回去转告大家长，绵龙剑我没能握住，辜负了他。所有苏家弟子，收剑。号称3家最强的苏家，看来是要放弃了。穆家来了一个活阎罗，但我们苏家亦有一个纸伞鬼，一个送葬师。只可惜，纸伞的有了新身份，而送葬的还不知道要为谁送葬。当然是为自己送葬了呀。你的任务还没完成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老爷子放弃了大家长之位，之后的事需要重新和大家长商量。当务之急，需将绵龙剑给夺回来。只凭你一人，你愿意帮我？哎呦，我的伤好重啊！我就知道，你不会站在我这边的。唉，真是个天真的家伙。一柄剑罢了，值得这么多人去抢吗？绵龙剑可不是一柄普通的剑。谁？啊？你不知我是谁，我却知道你。穆家穆慈陵，因为偷练了研魔掌，最后被下了追星，关进了护灵关。是谁在装神弄鬼？你身穿阎王服，手执修罗刀，还说我装神弄鬼，可笑。呀！装神弄鬼，倒似是穆家作风。你是穆子哲派来的？穆子哲也配使唤我？太看不起我了。那就把剑给我拿来！水由我所控。见了鬼了！有了这么个厉害的角色，我强柄破剑就这么难吗？抢剑从来不是难事，难的是如何握住这柄剑。血七刀！堂堂暗河，被一柄剑左右，可笑。奎里斯，绵龙剑是我的了。姑娘，你知道你方才的出手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你可以杀我了是吗？那得看我俩谁更快了。哎呀，好怕呀！
这是什么？这是温家的3丈不留地，最难解的毒阵之一。这女娃娃有几分手段，不仅会苏家的武功，还能下温家的毒。这毒常人只要吸上一口，绝活不过半个时辰。切，那就等，我就不信他不出来了。姑娘，你这3丈不留地维持不了多久的，把剑丢出来，我保你不死。谁说我维持不了多久？用完这一次，再来一次。今天这一天，我都能让你无法靠近我3丈。当真如此吗，姑娘？这是假的呀！谁身上藏这么多毒粉啊？苏沐雨，你快来啊！苏沐雨，你快来呀！姑娘，看来你的话是假的，你的毒已经开始散去了。该死的苏沐雨，总是来这么晚，撑不住了。剑给你们，方才说的要作数啊！别杀我，别杀我！这么漂亮的小娘子，谁舍得杀呀？又是谁？银虎陈龙，你们来了。啊，头还没到，便只能由我们先来守护这柄剑。先来守护谁赢你了？可你们的伤……嗨，此等小伤，何足挂齿？我们可是朱隐12校，暗合苏沐雨麾下的朱隐12校。苏沐雨，你快来啊！来了。陈龙，头来了，带剑去见他。陈龙，头儿，面龙剑，我帮你护住了。陈龙，陈龙，神医，神医。是谁动的手？我明明已经拦住那2个人了。头，我愿意为守护而死。即便你守护的是一个极恶之道的掌控之人，不，我守护的是头你啊。既然大家长和苏锦辉都已放弃了绵龙剑，那么此剑归于谢家，还是归于穆家？与你还有什么干系吗？何苦要以死相守？你说的没错，或许真的是我错了。苏沐雨，你头儿，悲伤留给你们，这绵龙剑便交给我吧。再来抢走啊！从我的手中。
之强，好强！真不追吗？不追了，我们带陈龙回朱巢。谢道叔，我原本以为你不会参与此事。去问你那该死的兄弟吧。他难道说的是长河？神医，银狐，咱们走吧。真不追了吗？那是成龙拼死夺来的。那柄剑已经被人调包了，是假的。假的？假的？陈龙拼死抢回来的剑，居然是一柄假剑，是谁将剑换走了？应当就是那暗中出手之人。你们回朱巢，我去寻那人，我杀了他报仇，抢回真的绵龙剑。疼！朱隐十二小自从跟随你的那天起，便立过誓言，为你而死，不是悲剧，而是荣耀。如今陈龙已死，就让我前去为你夺剑。银狐，属下在。随我回朱巢。这是我的命令。面若平湖，而心有惊雷，这是大家长对你的评价。只是此刻的你，心中的确已不是平湖，而是一滩死水。现在的你杀不了我。见鬼了！银狐，照顾好陈龙和神医。你是谁？我们曾经见过很多次。你是提魂殿的人。聪明。那么你可否猜猜，我是提魂殿的哪一位？提魂殿三关：天关赐福，地关赦罪，水关解厄。如今此处这般混乱，想必是水关前来解厄。跟聪明人交流就是省事儿。美龙剑，你想要这柄剑吗？我可以把它给你。方才动手杀死陈龙的人，是你。没错，我会杀了你。你很大胆，看这样和三官说话。我苏沐雨发誓，不管你身份如何，不管你走到何处，不管我需要耗费多久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听说你向来剑术高超，性格温和，没想到也会说出这等凶狠的话。可现在你杀不了我，因为剑在我手里。你需要先进行另一个选择，拿住剑，成为暗河大家长的第一位无名者。或许距离你能杀死我，才能更近一步。将剑给我，我拿给大家长，剩下的事由他定夺。这倒是有意思的很。有的人在争夺权力，而有的人只想逃走。不必惊慌。你要的东西，我拿来了。这是花镜水，喝下以后运气3日，你体内的锥心骨就去了。那从此以后，我和穆家就没有关系了。接下来，提魂殿会下手书，追杀你到天涯海角。哼，来杀来杀，能杀得了我，便尽管来试。那么穆家主，不对，应该叫大家长了。慈灵便告辞了。
告诉苏家和谢家的人，炎龙剑已被穆家所得，即刻返回宗门。是。一个人都别想从这里走出去。谢奇刀，如今绵龙剑在我手中，我已是暗河的大家长。握住绵龙剑还不够，你要有命活着将剑带回宗门，拿到提魂殿三关的面前。等他们承认了你的身份，你才是暗河的大家长。但你走不出九霄城，甚至你走不出这间院子。哼！就凭你？自然不止他一人。谢家有长刀56柄，求一把剑，就是不知道穆家家主愿不愿意给。来的居然是你！天官赐福，地官赦罪，水官解厄。如今暗河混乱如此，自然是由我来消灾除恶。杀唐二老爷的任务是谁给的？哼，自然是你知道的那位。他的目的，自然是打造一个全新的暗河。新的暗河，不该再有你。我可以去家园。家园？传说中暗河唯一的净土，在那里可以真正的放下屠刀，过一个平凡人的日子。可是大家长啊，你应该知道，家园是从来不曾存在的，那只是一个谎言罢了。我做了30年的大家长，比历来任何一位都要长，所以我也做了很多他们没有做到的事情。你真的建立了家园？你们想用我的死血洗出一个新的暗河，可我觉得，只有你们的死，暗河才能有新的未来。螳臂当车，不自量力！即便我满头白发，即便你们觉得我已不堪此位，但我依然是暗河之中最强的那一位。大家长，没事吧？连提魂殿都动手了，看来我们想结束这里的事不容易了。暗河水官也来了，看来真的遇到了暗河几十年来最大的变局。既是变局，我便不能是落子房。暗河大家长，你的命暂且留一留吧。绵龙剑被穆家夺走，谢家派人把穆家围了起来，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局面。对峙只是暂时的，估计用不了多久，双方就会发生一场恶战。苏瑞为什么没和你一起回来？我们的行踪被谢家发现，苏瑞被杀了。他们围困穆家没有动手，但是却杀了我苏家弟子。是的，谢爸说了，他与穆家的争夺战不希望看见苏家的身影。
这次只是还花之仇的一点利息。你退下吧。在谢霸老儿眼里，我们苏家气数已尽了呀。我们？你会觉得现在的你和苏家还是一体的吗？唉，穆秋收是怪我不肯尽心尽力啊。得，那我接下来就要干活了。家主不让任何人进去。你终于还是进来了。老爷子猜到我会进来。毕竟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，野心与胆识都在。你以前被我压着不敢冒头，如今看我锐气已失，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。老爷子高啊！你想要苏家家主的位置，哼，可惜你是个无名者。苏沐雨身为无名者，没有继承大家长的资格。你也一样，没有继承苏氏家主的资格。被小瞧了呀！原来在老爷子眼里，我还只是个争权夺利的小人呢。不可否认你很强，但很可惜，苏沐雨是你的软肋。这样的你，是无法担任起苏家家主之位的。苏家家主，在你眼里或许是个很高的位置，可在我苏昌河看来，那就是个屁。我要做的，是一件暗河几百年来从未有人做过的事。我要实现的，是你们无人敢想象过的宏愿。我要改变暗河。你知道我为何给自己取名昌河吗？双日为昌，所以昌是指兴盛、明亮。惊之龙，前方已无路，你还不愿止步？身为杀手，没有胜败，只有生死。只要未死，便还有路。是我。苏家人都杀了，你们这是要谋乱？发现的有些晚了呀。你居然……我居然也会研魔掌吗？虽然如今的你，我不用研魔掌也能够答应，但我还是想让你死得更瞑目一些。长河，你应该记得，当年把你从外面接回来的是我，没有我，也没有你的今天。闭嘴！当年带我回来，不过是从一个地狱到达另一个地狱，而从地狱中爬出来，是靠的我们自己。再见了，苏家家主。秋叔，
你是不是在想，走出来的是老爷子就好了？你执行了那么多次天字级任务，每一次出手之时，都是有了必胜的把握。想必这一刻，你已经等了许久了吧？秋叔很了解我呀，真是令人感动。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，而在彼岸之处，不应当只有长夜，还应有光明。秋叔，我花了整整6年时间，集结了这个组织，叫做彼岸。你想改变暗河？秋叔是本家族人，自小便被当作刺客来培养的吧？学习刺杀技能的苦，咱们都心知肚明。秋叔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要作为一个杀人工具而存在呢？为什么世人沐浴阳光，而我们却只能趋于黑暗呢？难道你没有想过去改变这些吗？6年时被强迫学习杀人技法之时，自是想过这些问题，但是这些年来，双手已经沾满了鲜血，又如何去改变这些？是啊，我没有将这枚戒指送予你，是因为你虽有觉悟，却早已丧失了勇气。然而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还年轻，按照小说话本的说法，我们还是少年。既是少年，便当不惧、不悔、不服。虽然我无法与你同行，但既然知道了你的目的，也愿意奉上自己的绵薄之力。你且附耳过来，我有个只有家主才知道的秘密，讲给你听。小心有诈。不妨，我信秋叔。他方才说的稳住。原来如此，我还想3家都撕破脸皮了，为何还守着那可笑的规矩？原来问题出在这里。谢了，秋叔。走。曾记得我说过要看看你的剑光，却没想到它是这么耀眼。爹爹，你就带我去吧。啊！我害怕。不杀他了？毕竟是秋叔，他方才说的那句话，也救了他。接下来，我们是去穆家吗？苏沐雨去哪儿了？他回朱巢了。那我们就去朱巢。难道是为了保护你的那位兄弟吗？当初加入彼岸之时，我们便一直在为今天做准备。你身为我们的首领，不应该徇私。你说什么？你想杀了我？这就是你所谓的新暗河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以苏沐雨的性格，除非他死了，不然他是一定会将绵龙剑给取走的。既然他选择不追绵龙剑回到朱巢，那就说明穆司令带回去的绵龙剑是假的。也只有谢霸那样的傻子才会去拼个你死我活。你若也这么蠢，便去给他陪葬吧。既是如此，说清楚便是。长河，住手！另外，你有句话也说对了，苏沐雨，他的命，我还真就保下了。任何人都可以死，但唯独苏沐雨不行。不行就是不行，除非我先死。三官，许久不见了。天官已经动身了，在你面前的只剩下了我和地官。使者来此，可是宗主有了新的指令？是的，宗主命令三官即刻离开提魂殿，撤离暗河。撤离暗河。宗主说，新的暗河即将建立，这一次，即便是我们也无法阻拦了。
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新的暗河流淌开来吧。只是当他们走到尽头时，会发现我们依旧站在那里。宗主的意思是，我们会以另一种形式掌控新的暗河，而提魂殿将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做了一天，腿都做酸了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那就打吧！起阵，姑须。这家伙耗了这么久，是在准备姑须之阵。大家小心，姑须之阵，所见非剑。当年雪月城3城主4攻长风，一枪便破去了百里姑须大阵，想来是无上神威。我一刀挥下，却只能见面前3尺清净。大家围聚起来，以背相抵，切莫轻易动手。家主，下面有手！谢家众弟子，先驱邪刀舞！蝶舞9章记。蝶舞，杀生不留尘，生问起，完毕。谢家的双生双死刀。这就是你们穆家的千机手，旁门左道。你想试试，是你的刀快，还是我的旁门左道快？或许我们一样快，但可惜我还有一柄刀。我从来都不是你的刀。为什么？当年谢家家主之位，本来是属于我的，但是你想要，我便打算让给你。可是你不相信我，你娶了师妹，强迫师父把家主的位置让给你。记恨我娶了婉儿。婉儿想嫁给谁便嫁给谁，只要她开心就好。但让我难过的是，她那些年很不开心，而且死得很蹊跷。这些年，你对我虽是兄弟相称，但你不知道，我每天练习挥刀时，假想的对象都是你。我不和你打，门口那些谢家弟子，我要带走。大家长之位，你不感兴趣？那个位置太高，我怕冷。谢霸已死，以后谢家由我谢奇刀统帅，有异议者出阵，与我一战。有意思。若无异议，便随我离开此处。大家长之争，自此以后与谢家无关。撤阵。接下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
怎么了？这柄绵龙剑是假的，是木子岭使诈。以他的性格，并不会。剑顶上还在大家长手中，我们去筑巢。桃木剑，大家长将死。木鱼，你回筑巢之后，脸色似乎一直不太好啊。回大家长，陈龙死了。难怪。你是否觉得自己选错了？墨雨觉得自己的路从未选错，只是我并没有做得很好。你呀，总喜欢将很多事情扛在自己的肩上。哼，你苏沐雨的好兄弟苏长河，你不是受伤了吗？哎呀，装的装的，是苏家老爷子让你来的。苏晋辉吗？他现在可指派不了我了。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这么隔着门说话挺累的，你让我进去。亲爱的大家长，我可总算见到你了。臭小子，来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来问问大家长，你可不可以死了呀？长河，你是来说笑的吗？你觉得呢，大家长？大家长，你看我的这枚戒指，里面写着2个字，叫彼岸。这些年来，我在暗河之中，将这一辈最优秀的年轻人，都招募到了一起。我希望可以凭借我们的力量，到达暗河的彼岸。那里应该有光明，而不是长夜。不错的想法。所以，只有你死了，这长夜才算到了尽头。长河，我的好兄弟，我知道你也早就想改变暗河。可又不想沾染那些鲜血，所以一直勉强地用你的剑，来维系着脆弱而又可笑的平衡。如今好了，路我已经替你铺好了，就让我们一起走向彼岸吧。或许还有第2条路。或许还有第2条路。第2条路，有些事情可以妥协，有些事情我也可以为你背负。可是今天大家长必须死，否则彼岸组织何以树立新的规矩？我是鬼，永远守护大家长的安危，至死方休。你太天真了，我怎么会认你这样的人做朋友？这个任务我不接。放肆！提魂殿下派的任务，岂是你一个小小苏家弟子可以拒绝的？洛南太守张太成，传闻中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，所以你不想杀？给我们一个理由。没有理由，不想见。真是放肆！传信给苏晋辉，将其视为叛徒，直接抹杀。莫急莫急，看看谁来了。参见三官。苏长河，你来此何事？苏沐雨是我的好兄弟，他想给提魂殿一个他接任务的规矩。好呀，谁都能和我们提规矩了。看来提魂殿需要立一立威了。莫急，你且听他说。
我兄弟说了，他有3不接：屠戮满门的不接，不知缘由的不接，不想接的不接。而我苏昌河来此，也立一个规矩。哼！你们2个初出茅庐的小子，不要以为这1年来杀出点名堂，就觉得暗河都是属于你们的了。和我们立规矩，大家长都没有这个资格。我倒想听一下，他要立什么规矩？我的规矩就是，所有苏沐雨不想接的，我都接。这就是我的规矩，不行吗？我觉得倒是可以接受，只要任务完成，管他是谁完成的呢。好，那么就说好了。若你做不到，那么等待你们2人的将是暗河最严酷的刑罚。唉，不必吓我，你们瞧好就是。你进去做什么？自然是帮你这个嘴笨的家伙谈判喽。你要明白，提魂殿不是大家长，他们只认规矩，不认你的剑。那他们同意了？那是自然，我的口才你还信不过？那你答应了他们什么条件？没什么条件，就是分析利弊。那提魂殿3官也不是傻子，自然会算账。多谢了。谁让你是我的好兄弟呢？长河，这么多年，多谢了。可是我有必须要守护的东西。你自以为是守护，可在我看来，你只是以守护之名在逃避。鬼窟院那100年的规矩，我们都能一起打破。长河，难道你就不能再相信我一次？终究还是要与你一战了呀！长河，大家长不能死。当年我说一起练寸指剑，这样身上藏10级柄匕首也没有问题，你偏要练18剑阵。18剑阵用一次就得收一次，今日你对那木子林已经用死了，如今光靠一柄细雨剑，你能赢我？操纵长剑的技艺，好像是弹琴一般。的确是，因为苏18创立这套剑法，就是为了纪念一位善于弹琴的女子。看来又是一个痴情的故事。痴情谈不上，疯魔比较恰当。当年苏18爱上了一个善于操琴的女子，可是女子却是他的击杀对象。无奈何，苏18为了任务，最终击杀了女子。可是为了纪念那女子，他模拟着女子弹琴的技法，创出了这套18剑阵。杀了心爱的人，然后为了纪念心爱的人，创出了杀人剑法。你这哪是疯魔呀？这分明就是变态呀！这18剑阵自苏18以后就失传了，直到沐雨这里才再次重现。莫非白姑娘认为沐雨也是变态的人吗？哎呀，大家长，我可没这么说。哦。那你觉得沐雨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老实人。白神医，你可真是个妙人呢。喂，白神医，你是不是喜欢上我这位好兄弟了？哼！嘿，你这人怎么一边打架还一边偷听别人说话？
因为和苏沐雨说话实在太无趣了，还想办法劝我。这18剑阵是我陪你练成的。 谁都知道你这破绽。平手。明知道此刻自己退也不是，进也不是，可还是什么都不做，什么也不说。你现在心里想的是不是，大家长不能死，苏昌河也不能死，除非你先死？ 他可真是把自己好兄弟琢磨得透透的。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底线，但你的底线比我的上限还高，真是令人懊恼。我真的是懊恼了很多年。炎魔掌。身在暗河，却想做一个好人，这很可笑。但是没有关系，你不想杀的人，我替你杀；你不想承担的罪孽，我替你承担。甚至你想离开，我也可以为你铺路。但唯独你死，我不能为你送葬。即使他们叫我送葬师。 大家长，好。其实你敲门之前，我和沐雨聊了许多。哦，都聊了些什么？我和他打了一个赌。沐雨不是最讨厌赌的吗？你们赌了什么？我们赌最后能走到这里的是不是你？若是你的话，就将绵龙剑传给你。那沐雨赌的是？ 这，你便自己问他吧。指尖刃，你是唐林月？你们可是要拦路？路我们已经让了，至于能不能进这扇门？ 就得看玄武使的本事了。我为唐门市而来，非玄武使。不是说了吗？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能进来。哼！我敲门只是因为所到之处非我宅邸，但我是否进来，并不需要任何人的命令。哦，竟然是连月兄。 我的雨墨妹妹不够好吗？你还到这里来？暗河大家长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天启城玄武使，久仰大名。为何所有人见到我，都要称呼我为天启城玄武使？我已在朱巢之外徘徊多日，不愿动手，便是不想参与进你们暗河之事。如今风波已定，大家长，我来与你一战。 仅为我二叔报仇。风波已定，看来你对我们暗河的局势有了新的判断。暗河之中，已经无人可以阻止苏昌河了。此话没错。在我动手之前，我有一句话要问大家长：是谁找的你们杀我二叔？收钱办事不提主顾之名。 这是规矩，但是我今天可以为你说一些其他的事情。
家园原来真的存在。沐雨啊沐雨，原来你早就安排好了这一切。唐二老爷早已不插手江湖之事，但是在唐门之中却最看重你。唐门从天起召你回蜀中，你不愿意，他都会义无反顾地站在你这一边。就是这么一个独自搬往孤冷地方独居的人，却受到了来自我们的暗杀，其中情有令人思量啊！原来是因为我的原因，感谢大家长告知连月。从你踏入天启城的那一刻起，你就不单单是唐门的唐连月了。我虽明白了，但我依然要杀了你，为我二叔报仇。既是如此，出手吧。唐连月，我虽然老了、伤了，可也不必这么小看我。唐连月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无妨，我这把骨头还未曾枯朽。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总有事情是你护不住的啊！不如随我一同看戏。倒是给你省麻烦了。神医好像从头到尾都很淡然，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啊？是啊，我刚给你下了毒，你不知道吧？难怪方才我一看到神医，心就扑通扑通的跳得越来越快了呢。你个小混蛋，真不害臊！哼！即便是唐二老爷与我对阵之时，也不得不用出万术飞花。你觉得你这般能杀我？好。你想要看万术飞花，便让你看看那万术飞花。不必担心，唐连月是个死板到有趣的人。放心吧，伤不到我们。你二叔能以化为花，你却仍以银针作花，无法化天地万物为暗器，不如你二叔啊！说怎么呀？这银针之中藏着雷门的火药。大家长，烟这么大，说明大家长肯定没有被炸死。唐门和雷门不是素来不和吗？怎么唐门的暗器中会藏有雷门的火药？天启司守护之首是李新月，她的丈夫是雷门这一带的翘楚雷莫沙。这就是我的第二道暗器，天雷无望。可惜今夜无云，不然引雷而下，你必死无疑。
暴雨梨花针。天雷无望还是伤到你了，大家长。好浓的梅花香。看来雪落一枝梅的毒并没有解，如此我不需要动手，你也马上就要死了。即使如此，黄泉路上，还请大家长走好。大家长，大家长，大家长，大家长。想过今夜有趣，没想到竟会如此有趣。我们这边看来是来活了呀！上！苏家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当然是等着送你们归西呀！苏家苏鸾丹，你一个二流角色也会站在这里跟我对话吗？二流角色，穆家主，那就来试一试我这个二流角色的剑法。上！大家长已经被你们杀了吗？你想的倒是美，我们杀了大家长，而你手握绵龙剑，顺利的继任大家长之位。你的话太多了。你以为凭借你们几人就能对抗我们穆家这么多的高手？却也不止他一人。我也是将要跨向彼岸之人。穆青阳，背叛我！你忘了，我是无名者，你本就不曾把我当做过家人，又何来背叛一说？给我杀了他们！别乱动，会死！好啊，穆雪薇，你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穆家人，你竟然……我们都是被这世间抛弃的人，唯有相互信任，才能到达彼岸。动手！大家长，我们现在需立刻闭气行针。不必了，我能感受到我的大限将至，即便是神仙也无法逆转生死了。神医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抱歉，不必责怪神医，是我让他这么做的。那日我本以为已经治好了大家长，可后来发现雪落一枝梅根本没有完全根除。今日经过这一战，怕是……小神医，你已经尽力了。沐雨，长河，我们聊聊。长河，你要改变暗河？我想要改变的很多，如今不过是个开始。我想将这把剑交给沐雨，可如今看来，你更想要这把绵龙剑。其实，在很早以前，你也是我传剑的一个重要选择。是吗？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。因为你做事够狠，生来就像是要统帅暗河的。你和我年轻时候很像。大家长年轻时也想过改变暗河。是啊，可穷尽一生还是没能做到。只是你不知道你即将面临的困难。
不仅仅是打败苏金辉，打败我，后面还有比我们强大数倍的对手。大家长指的是提魂殿三关？提魂殿不过是他们设在暗河之中的傀儡罢了。暗河背后的真相，是你想象不到的恐怖。那么大家长可以告诉我，所谓暗河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吗？别急，那些秘密就藏在我们下方的密道之中。待我死去，你们尽可以去看。沐月，我再问你一句，你真的不要这柄剑吗？沐月，这世上只有你拿这柄剑，我才会让给你。现在暗河的深处有许多我们无法触及的领域和对手，就算你不想当大家长，如果没有你的辅佐，长河怕是步步惊心呢。长河，你真的想要改变暗河吗？我说过，我要改变的很多，这只是个开始。双日为昌，从我取名苏长河那天起，就不想让暗河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。请大家长传绵龙剑于苏长河。那你就握起绵龙剑吧，成为第一个以无名者身份继任大家长的人。苏长河，恭请大家长赐剑。我会完成接下来的事。今日以后，暗河便没有送葬师。我走了。今日以后，暗河也再没有执三鬼。我会铲平提魂殿。知道你一直想去家园，只希望每年秋日开花之时，我还能与你重逢一日，畅饮一番。暗河的人，若能找到暗河之外的良人，也算是得到真正的解脱吧。出去以后，你继大家长之位，我统帅苏家。唉，我看这个白神依旧不错，肤白貌美，身材也不错，虽然没有雨墨妩媚，却挺适合你的。再见了，沐雨。我们一起带来一个新的暗河，但我需要先和神医去往江南处理一些事情。好。沐雨，你真的决定留下来吗？我相信你的选择，也相信你可以做得比我更好。此事已有结果，我们不再是敌人了。武器全都放下吧。拜见大家长。沐雨，你现在还有机会，可以改变主意的哦。不用多说，我们出去吧。大家长，你还真是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决定呢。只有这样的决定，才能带来新的暗河，成为这个天下不一样的影子。哼，你很看好他们呀？一个组建了新的势力，一个收复了我的烛影12校。那我便看着吧。只是大家长，不管结局如何，你都看不到了。我如今已不是大家长了。我信过木，也信过苏。
却从来没有走出过这片暗河。影子就是影子，走不到我们的地方。苏家、苏昌河得先任大家长认可，赐绵龙剑，即今日起继大家长之位。大家长之位岂能儿戏？先问过我再说。拜见大家长。朱影杀手团苏沐雨谢魁之位，任苏家家主。拜见苏家家主。从今日起，暗河将不再有无名者，不再有所谓的鬼窟渊试炼，暗河弟子都能走出黑暗，立于光明之下。暗河三姓皆为家人，我们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暗河。我回来了。还热乎，还热乎，太好吃了。神医满意就好。今日怎么人更多了？春日谷雨，风吹心动，易发病。发什么病？发春病。哪里不舒服啊？哪里不舒服？我心口不舒服，10两银子。什么呀？这10两银子？1两板蓝根，药不贵，看谁熬了。你去春望楼找个托儿相公聊聊天，也得30两银子吧？比得上我家这位半分容貌吗？不要，我就给别人了。我要的。兔儿，不对，苏公子，帮我熬药。下一位，我出100两，我要让他跟我睡觉。没有这个服务，最多让他喂你喝药200两。中，这不是钱塘城吗？怎么还有中州来的？忙了一天了，你不累吗？还好，不过是熬些药罢了。比起以前的那些事，轻松多了。我发现你很享受啊。不错，是挺享受。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我很享受这种平静平凡的日子，好像一日总在做这些事，总在说那些话。
但却真真实实的感受到活着。多愁善感的从良刺客，你说是就是吧？饿了吧？来，尝尝这个。我不饿。忙了一日怎会不饿？我昨日炖的那只鸡少了一味调味，今日改善了一下，你再尝尝。又是鸡？我还在隔壁王姐教我的基础上，用鸡汤烹煮了面条。苏沐雨，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的剑法这么好？因为我面却做的这么难吃。那要不我再问问王姐？哎，苏沐雨，答应我一件事好不好？沈姨，你说。答应我，放过王姐，也放过我。多试几次总能成功的。练剑这样，做饭肯定也是这样。为何当年无名者100人，只有你和苏昌河2个人能活下来？大家难道没有试很多次吗？凡事都是讲天赋的。当老天爷给你握住了杀人剑的天赋时，就夺走了你杀鸡刀的才能。那个，苏沐雨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怎么又有一只鸡？是陈家大娘送的，她知道我跟王姐学做鸡，便送了一只鸡给我练手。你学了3天，他们送了8只鸡了。那我们明天吃什么？苏沐雨，你知不知道你的形象在我心里现在下降得很快吗？这真的是我脑海里的第一想法。这段日子，每次吃完我便想着下一顿吃什么，但这种愁人的感觉，总让我不由得泛起笑容。笑？哪里好笑了？反正我一点都笑不出来。你知道吗？我每日最喜欢去逛的便是市集，只觉得市集之上车水马龙，水雾缭绕，在那里我能感受到非常久违的一种活着的感觉。暗河大诗人苏沐雨。这里的景色真美啊，是吧，长河哥哥？是啊，没想到苏沐雨念叨那么久的家园，我居然先来了。沐雨哥哥为何不来呢？我怕他来了就走不出去了，所以让他去了另一个地方。哪里？那家伙在钱塘城，事情还未彻底了结，他有义务护神医度过这段时间。沐雨那个人啊，你我都了解他，重责任。不过他和小神医之间，或许还能有更多的故事发生哦。钱塘城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，那里还有一处隐士之所，里面的人要是知道苏家家主来了，想必会很紧张吧。你刚继任暗河大家长，着急来家园做什么？自然是等人呢。什么人？唉，等身穿官袍的伪神，游离世间的亡魂呢。不愧是执掌绵龙界的新任大家长，你很聪明。你们想用家园来要挟苏沐雨，先过了我再说。
然确实是暗河这一带的翘楚，但及你们二人的话，你们小看了我，也小看了这处家园。我身后的这座村落里，高手如云。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谈判。什么谈判？我们可以允许家园的存在，但是苏沐雨得回到暗河。你和苏沐雨建立的新暗河，依旧需要受到提魂殿的制衡。可笑！我给你时间想想。我们走。他们还会再来吗？不会的，知道我们早有准备后，他们应该就明白计划无法成功了。唉，只是沐雨，他的好日子要到头了呀。听说钱塘城最近来了2个有趣的朋友。钱塘城很多人都很有趣，可大多数都算不上是朋友。那个女医者一来就治好了李员外的病，那李员外的病当初可是你看后都直言无药可救，如今却被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医者治好了，岂不是很有趣？看来先生已经偷偷跑去见过了，知道是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了。哎，不曾，是山堂前几日与我说的。那山堂可曾告诉你，这位女神医的身边跟着一个总是背油纸伞的男人？若真是那人入了钱塘城，可绝不会是我们的朋友。哦，那看来你得下山走一趟了。这，先生你不去吗？你先去，要是人家并无恶意呢？可人家要是有恶意，我怕是回不来了呀。这局已定，白子输了。既然谢贤侄说我赢了，那我便是真的赢了。谢师兄背着书箱是要走了？书我已经看得差不多了，要离开了。既然看了学宫中的书，总该为学宫做些事情。山下那人，我替2位去看看吧。谢贤侄可曾听过，暗河有一位随身携带油纸伞，喜欢雨夜杀人的杀手。持伞鬼苏沐雨，正是。看谢师兄这神色，莫非与他相识？有些交情。交情？谢贤侄在暗河之中，竟然也有朋友。当年魔教东征，暗河曾帮助各大派一起抗击魔教，我曾和苏沐雨一起并肩作战，所以有一些交情。他在山下何处？城南洛怀街口，白鹤药庄。你见到他，只需问问他，来此处是否为了杀人？如果是为了杀人，那么学宫就不得不插手了。之前我就说过，苏昌和此人不简单，不然穆子哲、苏静辉这2个老狐狸也不会斗不过他。原本想要通过家园来威胁苏沐雨和苏昌河，如今此计不成，下一步该当如何？是你？是我。宗主说什么？宗主说，江湖之事便于此平息，接下来的事留待天启处理了。宗主要亲自出马吗？你们与新的暗河已经无法共存了，接下来宗主会亲自和他做一个交易。苏昌河倒是个很会做交易的人，宗主有信心在他身上得到便宜。每一位暗河家主都会有不得不做的交易，即便是苏昌河，也逃不过。你怎么一晚上都没睡啊？信上说了什么？昌河和七刀叔达成了共识，七刀叔继任谢家家主之位，效忠昌河。穆家由穆清扬暂代家主之位，穆子哲还没有被找到，提魂殿在他们回去之前被烧了，什么都没有留下，三官也下落不明。苏昌河没有催你回去吧？他说时机未到，不用我回去。
还是想想中午吃什么吧。又要吃？我不太饿，我还是不吃了。不过明天是锦月季1月1次的花剑日，有花剑饼售卖哦。花剑饼，锦月季的金字招牌。苏沐雨，你要是能买来花剑饼，明日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吃完，全部吃完。哦，此话当真？我药王谷的金字招牌立于天地之间，岂会食言？好，我一定让神医吃上刚出炉的花剑饼。好，开始今日的问诊吧。外面的那些人可是等急了。苏公子，我要快回去！神医，但之前真的也太漂亮了！喂！神医，快点！果然，帅可以当饭吃。外面牌子写了，1日接诊30人，今日名额已满，想要看苏沐，想看病，请明日早些来。怎么是个男的？苏公子，魅力可以啊！谢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沐雨兄。这位白衣公子看起来也很是俊秀呢。看到我们吧，今日不看了，今日不看了啊！诸位拿好今日发的木牌，明日按照顺序再来排队。那明日见，好啊，我想你的。这位先生乃是身前书院的现任院监谢轩。如剑仙，您就是那个从来没有练过剑，但是第一次拔剑就拔出了剑仙之姿的如剑仙谢轩。久仰久仰，我药王谷神医白鹤怀新百草的小师叔。星耀王的小师叔？对，童叟无欺。谢轩见过白神医。如剑仙不用那么客气。想我与司空长风平辈，而司空长风乃是星耀王的半个徒弟。有理。如此推算，您足足比我高了2个辈分，所以给您行礼是应该的。谢先生来此，是特意来找我的吗？托一个前辈的请愿，想知道你来钱塘城的目的。不为杀人，那便无事了，告辞。我最近在学坐骑。坐骑？小鸡快跑！采撷无却日，烹饪有秘方。做菜如练剑，一窍未开，窍窍不通。做出来的东西，自然是不可闻、不可视、不可食。如剑仙，居然是一位厨神啊！不是厨神，只是看过的食谱多，去过的地方多，吃过的美食多，所以会做的也就多了。所谓食道，讲究很深。许久未见，不如小酌几杯。谢先生的书箱中居然还有酒。若书箱里只有书，那这千山万水，我这一路行来就略显乏味了呀。这酒名唤桃花，
那是青城山的一位朋友所送。苏沐雨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？这酒这么烈吗？原来沐雨兄不能吃辣呀！你不能吃辣。我谢轩此生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用真气强行压制住口中辣味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谢先生，可愿意教我做菜？书中有颜如玉，有黄金屋，自然也有八珍玉。这本食谱借给你看，看上10年。北离出神就是你，多谢了。那若只能看上10日呢？那做这碗牛肉面还是没有问题的。上一次我们相见，还是在边境共浴魔教，如今却在这钱塘城的小院里喝起了酒，这感觉还真有点不真实。谢先生也觉得这一切很不真实。有一句话我不知当问不当问。我仍在暗河，只是这些日子暗河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哦，可讲否？暗河有了新的大家长。谁？莫不是你？是昌河。怎么是他？真是个不好的变化呀。谢先生当年就不太喜欢昌河。我读过很多的书，走过很多的路，自然也见过很多的恶人。你的那位好兄弟，或许不是世间最恶的人，但绝对是世间最讨人嫌之人。脸皮之厚，世所罕见，千古绝唱。千古绝唱也能如此用？等他死了就能这么用了？堂堂如剑仙，竟然在背后咒人！你居然也来钱塘城了？是啊，我来杀人了。昌河，不要开这种不合时宜的玩笑。好吧，好吧，别紧张，如剑仙。如今我已经是暗河的大家长了，就算要杀人，也不需要我亲自动手。多年未见，如今见你这讨人厌的家伙，还得唤一声大家长了。如剑仙客气了，叫我昌河就行，亲切。哼，谁想和你这家伙亲切？你来钱塘城做什么？我是来找沐雨的，我带他离开钱塘城，然后去办点事情。当真？当真。昌河，你找我，不会是今夜就让我离开吧？看来我的苏家主爱上钱塘城了呀。哎呀，还是说舍不得我们的白神医？这语气中尽是不舍之情啊。哎，有酒。居然没了。不过这酒满是桃花香，味道还真不错。谁酿的？我也去买上一坛。青城山赵玉珍，你若想买，可得看人家愿不愿意卖了。哼，原来是鼎鼎大名的道剑仙呢。以后若有机会去见一见他。以他的性子，就算去了青城山，你们怕是也很难见到他。好了，既然你们今夜就离去，那我也告辞了。我总觉得你与他是完全两条路上的人，却总是同行。起初不明白，后来想起了书中的一段话，便又明白了几分。什么话？隔窗闻漫雪，咫尺若天涯。是说我们两个虽然相隔很近，但实际上却相距很远吗？不，是你们之间的咫尺与天涯，仅在一念之间。珍重。我前日才刚接到你的飞鸽传书，
今日你便来了钱塘城，难道暗河之中的事情都已经解决了？替魂殿三关虽然还活着，但剩下那些余孽不足为惧，交给穆青阳他们处理便是。我来此，是要你陪我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黄泉当铺。那个神秘的钱庄，去那里做什么？世上最神秘的钱庄和世上最神秘的杀手组织，他们之间必定藏着什么秘密。这也是为什么当初几位家主完全无视了暗河中的规矩，却依然坚持要抢到这绵龙剑才敢登大家长之位的原因。你在钱塘城的日子忽然就这么结束了，不会怪我吧？本就是幻梦一场，总该结束的。能否等到明早再去？这么睡下去，怕是要惹上风寒。神医，要吓死我！我一开始是睡着的，就是有什么香喷喷的东西进来了，一下子就把我熏醒了。锦月祭1月1次的花剑日才有的花剑饼。哇，好香！我说过，保证每月都让神医吃上的。你又只睡了2个时辰，便去锦月祭门口排队了？好吧，那我也不能食言。看在花剑饼的份上，明日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吃。好，只是明天便不能再为神医做饭了。长河来找我了。去吧去吧，你本来就有事要做，待你功成而归，呵怀药府在这里等你。钱塘城的所有女孩子们也都在这里等你。多谢神医。那你早去早回吧，我们都在这里等你。神医，那我走了。早日回来，做碗好吃的面给我吃。好。鬼差开路，相见黄泉。已见黄泉，鬼差何在？身高9尺，纸伞碧阳。黄泉的鬼差，身上果然是一股阴气啊！主人派我等在此等候许久了，暗河大家长。素闻黄泉的主人神通广大，居然早就猜到了我要来此。那便请大家长和苏家主上船。他又是何时出现的？这样难道不是很好吗？至少在这世间，还有比我们暗河更不可理喻的东西存在。公子便是这一任的苏家家主苏沐雨了吧？公子长得真是俊秀啊！姑娘也是美人，过赞了。我也是美人呢。
这样也是吗？不与公子开玩笑了。姑娘会易容术。你确定我就一定是姑娘？还真是邪门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女子名叫红英。黄泉当铺到了。公子，要平安的出来。见了鬼了。也是有趣。穆家那些人也会易容术，但和这红英比起来，相距甚远。算不清楚了，不算了，把他们都杀了。掌柜所言可是当真？杀了，一了百了，死不认账。遵命。二位就是如今的暗河掌权者，大家长苏昌河，苏家家主苏沐雨。有趣。不成想，如今的暗河竟是有2个无名者掌管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与我们此行似乎并没有关系。在黄泉当铺中还敢这么和我说话，不愧为曾经的魁。所谓魁，人中之龙，与我们是同路人。阁下便是黄泉的主人。哎。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我就是一个算账的，可当不起黄泉主人这4个字。你们要来看东西就来看东西，可别害我。不敢，掌柜的言重了。那便不废话了。掌柜的，你就直接带我们去看一看暗河的宝藏吧。如剑仙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叫我谢轩便好，冒昧打扰，没有事先知会神医，还请见谅。那我便叫你谢先生吧。以谢先生的行事作风，没有敲门就进了院子，想必是有特殊原因吧？但是我已经得到了答案。想必谢先生是来看苏沐雨走了没有？放心吧，钱塘城中没有什么值得他们留恋的。说走便走了，看来是我小人之心了。神医看的什么书？不是什么正经书。哦，不是什么正经书，就是一本小说话本。虽然看着故事好看，但是没什么大道理。对于你们读书人来说，算是下品吧。神医此言差矣。所谓的道理，从来都是自己悟出来的，故事只是一个媒介。既然姑娘说这个故事好看，那便是好书，可否借我一阅？自然。大秦末年，王朝崩塌，群雄崛起。后来的北离开国大皇帝萧绎自西南起兵，军号天武，一路征伐，百战百胜，被奉若神明。但萧绎的麾下，藏匿于冲锋陷阵的天武军之后，还有一个神秘的刺客组织，名曰
影。该组织专门负责一些刺杀敌方主将之类的任务，首领名易水寒，可以在黑夜中彻底隐匿行踪。杀人时若鬼魅现身，杀人后又能如烟尘消散。谢先生不看了吗？是本好书。先生也觉得这小说话本很精彩？你错了，这不是小说话本，这是一本史书。史书？北离开国史上哪有这段历史啊？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组织存在，那么为什么我从来不曾听人提起过？史书从来都是有2本的，一本是给世人看的，而另一本记录的才是所有的真实。那么，北离开国的时候，真的存在过这么一个专门做刺杀的队伍？这本书为什么会藏在暗河之中？难道说，暗河？有些事情光靠猜测是得不到真正的答案的，你说是不是，苏哲前辈？许久未见了，如见仙。短短几日时间，就在钱塘城中同时见到了暗河最强的3位杀手。爹爹，我说乖女儿啊，你回钱塘了也不说一声。爹爹。是啊，这是我的女儿，漂亮吗？自然。女儿，你们方才提到的那本书，给我看看。来吧，一起看暗河的宝库。这便是暗河的宝库。听你的声音似乎有些不屑呀。也对，你对金钱并没有什么概念。你或许不知道，这屋子的金砖加起来能值多少钱？能值多少？买下一座钱塘城，够不够多？开门见山，自然就先给2位看点粗俗的。若2位以为暗河的财富仅是这些，那也太小看暗河的仙位了。哎，莫急莫急，屋中无人。无人而有剑气，里面藏着剑心主的兵器。这里面的名剑大多出自剑心主、名剑山庄以及已经覆灭的无剑城，另有铠甲、长刀、弓弩，也都是山北鲁家这样的名门所制。你看那霸王甲，世间皆以为只有穆家藏有一具，其实你们暗河有一套一模一样的。这里的兵器是有钱也买不到的稀罕物，无剑城，其中的任何一样都值得江湖人抢破脑袋。我说掌柜的，你语气这么得意做什么？这不都是我们的东西吗？习惯了，习惯了。那我们再来看看后面的。接下来的可要小心啦。我曾与雷门雷千庭一起参与了对叶鼎之的围杀之战，这些名字我曾听他说起过，都是雷门中最厉害的火药。暗河中居然还藏有雷门的这些物件。除了麒麟火牙之外，雷门之中天字级的火药，这间屋子里全都装满了，所以要格外小心。若这里的火药同时引爆，整个黄泉当铺都会被夷为平地。
错了，我在穆家见过百毒谱，一模一样。这是绵蛇王，同时用了温家和唐门以及百毒门等一众独门世家的剧毒来饲养。如今这条蛇浑身上下都是无药可治的剧毒，只需要一滴它的血，就算是有30年功力的天境高手，也能轻而易举地放了。昌河，别乱来！只是开个玩笑。那么旁边这2个药柜呢？自然亦是天下奇毒。若我没有猜错，剩下的1道门中，藏有各类暗器。你很聪明，没错。接下来的这间屋子里藏满了各类暗器。除了没有唐门的暴雨梨花针、佛怒唐莲、孔雀翎这类秘传暗器外，其余的也是应有尽有。这院子中不止这几间屋子吧？还有接下来的那几间屋子，分别藏有奇门阵法之术、各重要城池的官家堪舆图等等。只要你能想到的，暗河的先祖们都已经将它们收纳其中了。所以，这便是暗河的宝藏。你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很高兴啊。这是暗河传承100年才堆积起来的财富，只有拥有这些，才能将整个暗河运转起来。所以为什么说得到绵龙剑才能继承大家长之位？你以为只是一柄剑的象征？如果只有那3间屋子的金砖，或许我能这样认为。但是今日看到这些，我只有一个想法：若将这些带回暗河，暗河随时是一支军队，一支全天下最强的军队，所向披靡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禀宗主，他们已经到了黄泉当铺。送葬师苏昌河，纸伞鬼苏沐雨，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掌控住了暗河的秘密，可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，仅凭一柄绵龙剑，还是无法取走那些东西的。暗河，终究只是握在我们手里的一柄剑罢了。我们的人呢？到黄泉当铺了吗？他们此刻，应当已经见面了。我以为这间院子，只有手持绵龙剑的主人才能够走进来。前尘过往，你们自己细聊。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一句，这里是黄泉当铺。当年提魂殿中见到你们2人，我便说应该将你们都杀了。可我也说过，正因为他们危险，所以才有将他们留下的意义。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，或许当初杀死他们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如今应当是后悔了。这是炎魔掌，不要硬扛。这样的功力不是一朝一夕便可以练出来的。你不是继任大家长之后才开始练的，你早就开始偷学了。这个答案，你们可以去下面问问大家长了。
二人的武功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。不要再说这么自大的话了。你们3人的性命，今日就得留在这里了。可我们今日来此，不是来和你们分什么死活的，我们是来……你我之间，本就该有一场死战。还记得你那手下的仇？他是我的家人，能和沐雨结下死仇，兄弟，你的路是走到头了呀。既然如此，那就……诸位，还是儿小了。我方才说过，这里是黄泉当铺，我只允许你们在此聊一聊那些往事，可没让你们把我这里给拆了。王掌柜，有些话你怕是还没有和他们2人说完吧？大家长，我还未说完的是，你们手里的钥匙只是能打开这间院子罢了，但是要拿走这里的东西，还需要另外一件事物。哦，什么事物？这个，正是这个。钥匙可以打开这间院子，而这块腰牌可以取走院中的东西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哦，难怪提魂殿3关始终能够凌驾于3家之上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太小看我们，也太小看黄泉当铺了。哼，3关这是认可我和苏沐雨来执掌暗河了？你觉得如何？你们好像忽略了一件事。哦，我们忽略了什么？我们并不认可提魂殿，更不认可你们3关。新的暗河之中，不需要你们存在。看来是我们自作多情了呀。只是你们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。这是一份邀请。莫不是3关中谁要成婚了，邀请我们前去赴宴？你们想要一个答案，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暗河。苏昌河在家园拒绝了我的交易，可今天这个交易你无法拒绝。这个地方你们一定要去，这个约你们一定要赴。去哪里赴约？天启城。天启城？那所见之人又是谁？所见之人的先祖在100年之前创立了暗河，至于剩下的，等你们到天启城之后，自然便会得到答案。有意思。可为什么我一定要对暗河这个答案感兴趣？收起你的研磨掌吧，在黄泉当铺中杀人，也只有你这样的疯子才想得出来。你说对了，我就是这样的疯子。你说的约我会去赴，你的命也先留下，还是让沐雨亲自来去吧。要不，你现在就动手？这是不把我们黄泉当铺放在眼里。不急于事。疯子！我知道这是你的地盘，可我还是会发疯的哟。抱歉，掌柜。哎呀，刚刚差点没忍住啊！但是不理清暗河背后的隐秘，我们确实举步维艰。他们主动来寻我们，倒好过我们去找他们。不过，天启城是不是听起来也有几分趣味？如果你曾经去过天启城，就不会觉得那里是什么有趣的地方。让暗河入天启，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有些事情只有越危险，才越值得去做。因为世间的每一件事，都有属于它的代价。你想要这座平静了许久的天启城染上血雾，可影宗本是护卫皇城的所在。很多事情已经开始不一样了，我期待他们的到来。哎，我的乖女儿，在看么事啊？苏沐雨，她可能暂时不会回钱塘城了。哎，她本就是苏家的家主，自然不能一直留在这钱塘城中啊。她回暗河了？不，信上说她要去天启城。皇城天启，
他去那里做么事？信上并没有说。看来我也要准备动身了。皇城天启，阿爹，你去过天启城吗？那是世间最繁华的城池，是世间最安全的城池，亦是世间最危险的城池。世上有2个戴恶鬼面具的人最可怕，一个是我，白小堂之主姬若风，另一个便是他了，暗河的魁，人中之鬼。我本以为暗河会在这一次的混乱之中彻底离开历史的舞台，可却在他和另一个年轻人的手里得到了新生。所以，他们真的在来天启城的路上？消息不会有错，他们这一路前行，肯定是冲着天启城而来的。据说，世上有一条河，是常人无法看到的，只有在最深的深处，顺着月光，你才能依稀看见它。而沿着这条河流往上走，就能找到他们。他们是黑夜里的利刃，最凶狠的刺客。而如今，这条暗河要流入天启。